在地球的某个角落，有一条河正在我们眼前慢慢消失。它曾经孕育出人类最古老的文明，曾经被认为是伊甸园里流出的4条河之一，曾经被视为神所应许之地的北方边界。可是如今，它的河床正一寸一寸地裸露出来，龟裂的泥土在烈日下散发着死亡的气息，渔船歪斜地搁浅在干枯的河滩上。曾经奔流不息的浩荡水道，如今只剩下细细的一道浊流，甚至在某些河段，水已经彻底断流，露出了上千年来从未见过天日的河底。当地的老人站在岸边，望着这条他们祖祖辈辈赖以为生的母亲河，眼神里满是难以置信。他们说，活了一辈子，从来没有见过河水退到这个样子。而就在这条河濒临死亡的同时，全世界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翻开一本古老的书，指着其中一段文字，脸色凝重地说出同一句话：这不是巧合，这条河叫做幼发拉底河。而那段被人们反复引用的文字，来自圣经启示录第16章第12节，它是这么写的：第6位天使把碗倒在幼发拉底大河上，河水就干了，要给那从日出之地而来的众王预备道路。朋友们，你有没有觉得背脊忽然凉了一下？一条真实存在的大河，正在以人类历史上从未见过的速度干涸见底，而2000年前的一卷书，竟然早就写下了它干涸的那一天，还说那一天是末日大战的前奏。这到底是惊人的巧合，还是某种我们还看不懂的安排？今天我们就一起深入这条河的命运，看看冰冷的科学数据，看看古老的神圣预言，也看看那只悄悄拧紧水龙头的看不见的手。因为我们将会慢慢发现，事情远远不只是全球暖化那么简单。在这场横跨了科学与信仰的迷雾背后，藏着的是一个让人越想越不安的真相。我们先来认识一下幼发拉底河到底是一条什么样的河。它全长将近2900公里，是整个西亚最长的河流。它的源头藏在土耳其东部高耸的雪山之中，融化的雪水汇聚成溪，溪水汇聚成河，然后一路向南，穿过叙利亚，再流进伊拉克，最后和它的姊妹河底格里斯河汇合，注入波斯湾。在这2条大河之间的那一片土地，有一个我们在历史课本上都读过的名字，叫做美索不达米亚，也就是两河流域。人类已知最早的城市，最早的文字，最早的法典，最早的车轮，最早的灌溉农业，几乎都诞生在这片被河水滋养的土地上。苏美人、巴比伦人、亚述人，这些在历史长河里闪耀过的古老民族，都是喝着这条河的水长大的。我们今天习以为常的一切文明，追根究底，源头就在这条河的两岸。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幼发拉底河，就没有人类文明的开端。而在圣经里，幼发拉底河的地位更是非比寻常。创世纪说，从伊甸园流出来滋润那片乐园的河分成4道支流，其中一道就叫做幼发拉底。换句话说，在这本书的记载里，这条河从人类故事的第一页就出现了。它见证了乐园，见证了堕落，见证了洪水，见证了一个又一个帝国的兴起与覆灭。古代那座骄傲到极点的巴比伦城就建在它的岸边，而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之地，北边的界限也划在这条河上。在整本圣经里，这条河的名字反复出现，几乎每一次都和重大的转折、和神圣的疆界、和命运的审判紧紧相连。所以你现在大概能体会了，对于熟读圣经的人来说，幼发拉底河从来就不只是一条河，它是文明的摇篮，是乐园的记忆，是神圣疆界的标记，是人类故事的起点。而当这样一条被反复写进神圣经文的大河开始在我们这个世代干涸断流的时候，那种震撼，那种仿佛历史正在我们眼前合拢成一个圆的感觉，是难以用言语形容的。那么他到底干到了什么程度？这就是最让人坐不住的部分了。根据伊拉克水资源部门的警告，如果再不采取紧急行动，这条孕育了人类文明的大河最快可能在2040年完全干涸。你没有听错，是完全干涸，是彻底的从地图上消失。而这还不是耸人听闻的空话，多个权威研究机构都已经指出，幼发拉底河的水位
已经跌到了有记录以来的最低点之一。自从2000年以来，它的流量已经下降了超过一半。一条曾经宽达数百公尺的浩荡大河，如今在很多河段，一个成年人甚至可以直接涉水走到对岸。曾经需要渡船才能横越的天堑，如今变成了一道可以一脚跨过去的细流。更可怕的证据来自太空。美国的太空总署有一对专门用来测量地球重力变化的卫星。20多年来，他们一直在遥远的太空中默默注视着这片土地下究竟还藏着多少水，而他们传回地球的数字足以让任何一个人倒抽一口冷气。从2003年到2009年这短短几年间，两河流域一带所失去的淡水总量竟然接近一整个死海的水量。一整个死海啊，朋友们，就这样凭空蒸发掉了。而其中大约60%是因为人类在地底下疯狂地抽取地下水，剩下的则是气候变迁所带来的持续干旱。水正在从地表、从地底、从每一个角落悄悄地流失。到了2025年，情况变得更加触目惊心。伊拉克经历了自从1933年以来最严重的干旱，这是将近1个世纪以来最干的一年。两条大河的水位比前一年又往下掉了将近30%，全国的水资源储备一度跌到只剩下大约100亿立方公尺的历史低点，远远低于正常季节该有的180亿立方公尺。在叙利亚境内，这条河甚至被当地的媒体形容为已经跌破了所谓的死亡水位，水面以平均每天大约20毫米的速度持续下降，每天往下掉20毫米。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这条河正在以肉眼几乎可以察觉的速度，一天又一天地缓缓走向它生命的终点。科学家给出的解释听起来很冷静，很理性，气温升高，蒸发加剧，降雨减少，雪线后退。可是当你把这些冰冷的数据和那段流传了将近2000年的古老预言并排放在一起看的时候，那种理性忽然就压不住背后悄悄升起的寒意了。因为预言说的正是河水干了，而科学告诉我们的正是河水正在干。一个是2000年前的文字，一个是此刻正在发生的现实，他们竟然在说同一件事。好，现在我们把那卷书完整的摊开来，仔仔细细的看一看这段预言到底在说什么，它为什么会让全世界这么多人感到深深的不安。启示录是圣经的最后一卷书，记载的是一连串关于世界末日的惊人异象。在这些异象里，有7位天使奉命把7个盛满了神的烈怒的金碗一个接一个地倾倒在大地之上，每倒下一个碗，世界就降临一场巨大的灾难。第一碗倒下，人的身上长出恶毒的疮；第二碗倒下，海水变成了血，海里的活物全都死了；第3碗倒下，江河与一切水的泉源也都变成了血；第4碗倒下，太阳变得无比炽热，用烈火炙烤着世人；第5碗倒下，兽的国陷入了一片黑暗，人们因为疼痛而咬自己的舌头。而当第6位天使把手中那个碗倾倒下去的时候，倾倒的对象正是幼发拉底大河，河水瞬间干涸，为的是给那从日出之地而来的众王预备一条畅通无阻的道路。接着，异象变得更加诡异，更加令人毛骨悚然。经文描述有3个污秽的灵，形状像青蛙，分别从龙的口中、从兽的口中、从假先知的口中一个一个地跳了出来。这3个鬼魔的灵会行各种神迹奇事，跑遍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去煽动、去鼓动地上所有的君王，把他们全部聚集起来，迎接那神全能者大日的征战。而这些被聚集起来的列国大军最终汇聚到的那个地方，有一个让全世界都不寒而栗的名字，叫做哈米吉多顿。哈米吉多顿这个词，它原本的意思是米吉多山，指的是以色列北部一处叫做耶斯列平原的古老战场，旁边有一座叫做米吉多的古城。在真实的历史上，这片平原确实爆发过无数次惨烈到极点的战役，从古埃及法老到十字军，多少帝国的命运都在这里被决定。它是名副其实的兵家必争之地，而在启示录的描绘里，这里将成为人类历史最终决战的舞台，是善与恶，是光明与黑暗，是地上的列国与天上的力量之间
那场惊天动地的末日大战的战场。所以几千年来，哈米吉多顿这个名字早已经超越了它的地理意义，成为了世界末日这4个字的代名词。一提到它，人们脑海里浮现的就是天崩地裂、生灵涂炭的终末景象。你现在看懂这条环环相扣的逻辑链了吗？幼发拉底河干涸是末日大战的开场哨，河水一干，东方那支庞大的军队就能长驱直入，杀向那片注定要血流成河的决战之地。而此刻，这条河真的正在干，一条被预言指定要在末日干涸的河，竟然真的在我们的时代干了。难怪那么多人会手指颤抖地翻着经文，反复确认着自己是不是看错了。而且这还不是圣经里唯一一次提到幼发拉底河的干涸与灾难。在启示录更前面的篇章里，当第6位天使吹响号角的时候，有4个被捆绑在幼发拉底河边的使者被释放了出来，而他们所带来的是足以杀掉地上1/3人口的滔天浩劫。1/3的人口，这是一个何等恐怖的数字。在旧约的耶利米书里，先知也曾经宣告过神对巴比伦的审判，说要叫他的众水干涸，叫他的江河枯竭。一次又一次，在这本古老的书里，这条河的干涸总是和审判、和末日、和大规模的死亡紧紧地捆绑在一起，仿佛这条河的存亡本身就是一个倒数的时钟。那为什么偏偏是这条河？为什么一条河的干涸会被赋予如此重大的开启末日的意义？这就要说到在古人的眼中，幼发拉底河到底意味着什么了。在古罗马人的观念里，幼发拉底河是他们帝国东边一道天然的铜墙铁壁，河的这一边是罗马统治的世界，是他们所熟悉的文明秩序，而河的那一边是充满未知与威胁的东方帝国，是强悍的波斯，是神秘的更远的东方。只要这条宽阔的大河还在奔流，东方的铁骑就很难跨越过来。它就像一道上天亲手设下的护城河，把2个截然不同的世界稳稳地隔开。所以当预言说河水干了，要给东方的众王预备道路的时候，那个画面对古代的人来说是极度恐怖的。它意味着最后一道防线崩溃了，那道把巨大危险挡在外面的天堑消失了，洪水般的东方大军即将毫无阻碍地涌入。而更耐人寻味、更让人脊背发凉的是，历史上这样的事情竟然真的发生过。2000多年前，波斯帝国的居鲁士大帝率领大军攻打当时固若金汤的巴比伦城，这座城就坐落在幼发拉底河上，城墙高耸入云，护城河深不见底，被认为是不可能被攻破的铁城。可是居鲁士想出了一个惊人到匪夷所思的办法，他下令把上游的河水改道，引到别的洼地里去，让流经城下的那一段河床的水位骤然下降。于是在某个夜里，他的士兵就踩着干涸见底的河床，顺着原本应该是滔滔河水的河道，悄无声息地潜入了城内。在巴比伦人毫无防备的狂欢之夜，一举攻陷了这座不可一世的帝国之都。你看，让河水干涸，为大军开辟道路，这在真实的历史里根本不是什么遥不可及的神话，而是一场真真实实上演过的军事奇迹。这也让那段启示录的预言读起来更加令人胆战心惊，因为他所描述的场景在历史上是有先例的。好，现在我们来谈谈那群最让人浮想联翩，也最让我们这些东方人心头一紧的角色，从日出之地而来的众王到底是谁？日出之地，把它翻成更直白的话，就是太阳升起的地方，也就是东方。几千年来，无数的解经者和学者都在绞尽脑汁地猜测，这群神秘的东方众王，他们的真实身份到底是谁？有人说是指中东地区的伊朗，有人说是指北方那头沉睡的巨熊俄罗斯，但是还有一种流传已久的解读，每当有人提起，总会让我们这些生活在东方的人心头猛地一震，因为太阳升起的最东方，那一片无比广袤的土地上居住着的正是我们亚洲人。在过去那些充满想象力的末日论述里，曾经有人非常认真地推测，那从遥远东方滚滚涌来的亿万大军，会不会就是来自远东的军队？毕竟从中东往东边一路望去，越过层层叠叠的高山与一望无际的沙漠，
那尽头之处正是地球上人口最稠密的亚洲大陆。当然，我们在这里要非常清楚、非常负责任地说，这些统统都只是后人对一段古老象征的推测和联想，并不是什么板上钉钉的定论。经文本身使用的是高度象征的诗意语言，而不是具体的点名，而不同的时代总会习惯性地把这个模糊的象征投射到自己当下最害怕的那个对象身上。冷战时投射到一方，战乱时投射到另一方。但无论如何，你不得不承认，当一条真实的大河正在我们眼前干涸，而东方又恰好站着地球上最庞大的人口与最雄厚的力量的时候，那段预言所制造出来的想象空间实在是太巨大，太令人浮想联翩了。说到这里，你可能会在心里嘀咕，好吧，就算这条河真的在干，那也不过就是气候变迁，就是全球暖化，就是大自然漫长循环里的一个片段而已，跟2000年前的末日预言又能有什么直接关系呢？这正是我们今天要亲手戳破的第一层迷雾。因为这条河的干涸背后其实有一只看得见摸得着的手，正在不动声色地一点一点地拧紧那个巨大的水龙头，而这只手就是位于最上游的土耳其。还记得吗？我们前面说过，幼发拉底河的源头就在土耳其东部那一片高耸的雪山上。这个地理事实意味着，这条河的命脉从一开始就牢牢地掌握在土耳其的手里。河水必须先流经土耳其的国土，然后才会流到下游的叙利亚和伊拉克。这是一个无法改变的天然格局。而从上个世纪开始，土耳其就在这条河以及它的姊妹河底格里斯河上启动了一个规模大到惊人的水利工程。这个工程有一个响亮的名字，叫做东南安纳托利亚计划。这个计划到底有多庞大？它的总投资金额高达大约320亿美元，预计要在这两条大河之上兴建多达22座大坝，外加数不清的水利发电站与灌溉渠道。它的宏伟目标是要把土耳其东南部那一片长期贫瘠落后的土地彻底改造成绿油油的万顷良田，同时为整个国家提供源源不绝的廉价电力。对土耳其自己来说，这无疑是一个让国家经济腾飞的伟大蓝图，是一项足以改变国运的世纪工程。可是对于身处下游的邻国来说，这座拔地而起的大坝简直就是一场挥之不去的噩梦的开始。因为道理很简单，土耳其在上游每多拦下一滴水，下游的伊拉克和叙利亚就少一滴救命的水。这个庞大计划的核心是一座叫做阿塔图克的巨型水坝，它高达大约169公尺，是整个计划当之无愧的心脏。而围绕着这座大坝，曾经发生过一件足以载入史册，也足以让所有下游国家永生难忘的事件。时间回到1990年，为了把这座刚刚竣工的巨型水库一次性灌满，土耳其做出了一个震惊整个世界的决定。他们把幼发拉底河整整截断了将近1个月。你能想象那是一幅怎样的画面吗？一条已经奔流了数千年，孕育了无数文明的大河，它生生不息的水流竟然被人为地硬生生地关闭了整整1个月之久。消息传到下游，叙利亚和伊拉克瞬间就炸开了锅。对他们来说，这已经不只是缺水那么简单了，这是有人直接掐住了他们的咽喉，扼住了他们民族生存的命脉。当时的伊拉克甚至公开放话威胁，要派出战机去轰炸这座大坝。而土耳其那边的回应同样异常强硬，立刻调动军队严阵以待，并且撂下狠话说，如果真把他们逼急了，就干脆永久性地切断下游的全部水源。你看，仅仅是一条河的水龙头该不该打开，就差一点点引爆了一场真正的会死人的战争。而在更早一些的年代，当时的土耳其领导人在面对下游国家对于合理分配水资源的诉求时，曾经说过一句让所有阿拉伯国家都气得浑身发抖的话。他的意思大致是说，这些河水是属于土耳其的，就好像那些地底下的石油是属于阿拉伯人的一样，邻国凭什么来分一杯羹呢？我们有绝对的权利去做我们自己想做的任何事情。这句话赤裸裸的、毫不掩饰地揭示了一个极其残酷的事实。在这片越来越干渴的土地上，水已经不再只是一种普通的自然资源了，它摇身一变成为了一种武器，一种比石油更加致命、
更能要人性命的战略筹码。谁掌握了水源，谁就掌握了下游千百万人的生死。如今，光是阿塔图克大坝以及由它所衍生出来的那一整套庞大灌溉系统，就已经让幼发拉底河的天然流量硬生生地减少了大约1/3。而在那条姊妹河底格里斯河上，土耳其建造的另一座超级大坝，更是把流向下游的水量一口气削减了将近1半之多。换句话说，下游的伊拉克和叙利亚每年究竟能分到多少水，几乎完全取决于土耳其的一念之间，取决于他的心情与盘算。土耳其的手里紧紧握着的是一个可以随时决定数千万人生死存亡的巨大无比的水龙头，他想开就开，想关就关，而下游的人们只能仰人鼻息，看着上游的脸色过日子。你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一开始就强调，这绝不只是单纯的全球暖化。如果这真的只是气候变迁，那或许还勉强算得上是一场全人类需要共同面对的天灾。可是当你深入挖掘，发现这条大河的干涸背后，竟然还叠加着如此赤裸、如此冷酷的地缘政治算计，叠加着一个国家用水源来遏制另一个国家的权力游戏的时候，整件事情的味道就完全变得不一样了。预言说河水会干，而冰冷的现实是，有人正在亲手一点一点地把这条河给拧干。天灾与人祸竟然如此精准，如此诡异地叠合在了一起，这是巧合吗？其实，围绕着这两条大河的纷争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早在距今大约4500年前，在这同一片两河流域的土地上，就曾经爆发过人类历史上有记载的最早的水资源战争。当时有2个叫做拉格什和乌马的苏美城邦，仅仅因为争夺一条灌溉水渠的使用权，就大动干戈，兵戎相见，最后闹得血流成河。你看，从文明刚刚萌芽的最开端，水就是这片土地上最敏感、最容易引发杀戮的那一根弦。4000多年的光阴过去了，人类的科技早已突飞猛进，可是为了争水而剑拔弩张的剧本，却仿佛一个挥之不去的古老诅咒，在这片土地上一遍又一遍地重演着。而很多有远见的学者早就严肃地警告过我们，如果说20世纪人类的战争大多是为了争夺石油，那么到了21世纪，下一场大规模的冲突极有可能就是为了争夺水。因为石油就算用完了，人类还可以想方设法寻找替代的能源，可是水却不一样，水就是生命本身，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替代它。一个人可以几个星期不吃饭，却绝对撑不过几天不喝水。当一个地区的水越来越少，而依赖这些水生存的人口却越来越多的时候，冲突几乎就成了一种无法回避的宿命。而在全世界所有潜在的水资源冲突热点当中，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所在的这片区域，无疑是最危险、最一触即发的一个。这里有对水源握有绝对控制权的上游强国，有被扼住了咽喉、满腔怨愤却又无可奈何的下游国家，有错综复杂、纠缠了上百年都解不开的民族与宗教矛盾，还有从未真正平息过的战火与动荡。把这些易燃易爆的元素全部堆放在一起，再浇上水资源枯竭这一桶滚烫的热油，你说这会是一幅怎样令人胆寒的景象？而这恰恰就是那段古老预言所明确指向的末日大战即将上演的那个舞台。预言中的终极冲突与现实中越来越浓的火药味，竟然又一次悄无声息地重叠在了一起。当然，我们也不能把所有的责任都一股脑地推给土耳其的那些大坝。气候变迁这只看不见的巨兽，同样在这场漫长的悲剧里扮演着推波助澜的角色，而且它的破坏力同样不容我们有丝毫的小觑。科学家们发现，在叙利亚东北部那一带，过去这短短100年来，平均气温已经悄悄上升了大约1度。你可千万别小看这区区1度，气温每升高那么一点点，空气就会变得更加干燥，地表的水分蒸发的就更快，河里的水自然也就消失得更加迅速。与此同时，这个地区的平均降雨量每一个世纪正在以每个月减少大约18毫米的惊人速度持续递减，雨下的越来越少，能够重新补充进河里的水源自然也就越来越捉襟见肘。
再加上那些滋养着河流源头的高山积雪，因为全球持续暖化的缘故，一年比一年稀薄，一年比一年提早融化殆尽。于是，一边是源头的雪水在不断减少，一边是沿途的水分在加速蒸发，一边还有上游那一座座大坝在层层拦截。三股强大的力量从三个不同的方向同时挤压着这条可怜的大河。在这样的夹击之下，幼发拉底河几乎是在劫难逃。所以你现在看明白了吗？这是一场完美到让人胆寒的风暴。古老的神圣预言，现代的精密科技，贪婪的地缘政治，无情的全球气候，这四股原本风马牛不相及的力量，竟然全部搅和到了一起，共同指向了同一个冰冷的结局，那就是幼发拉底河的彻底死亡。而当这些原本毫不相干的线索，竟然开始彼此呼应、彼此印证的时候，也就难怪会有那么多人会忍不住打了一个寒战，然后喃喃自语地问出那句话：这一切真的只是巧合吗？如果你听到这里还觉得不够震撼，那么我们再把镜头转向下游的伊拉克，去看一看这个曾经富饶的流油的国度，如今正在经历着怎样令人心碎的绝望。进入2025年的尾声，被连年干旱逼到了墙角的伊拉克，做出了一个在过去简直无法想象的决定。他们和上游的土耳其签下了一份被外界普遍称为以油换水的协议。是的，你绝对没有看错，是用石油去交换水。这个曾经坐拥滚滚石油财富、富甲一方的国家，如今竟然沦落到要拿出自己最宝贵的石油出口收入去支付土耳其的公司为他们修建水利设施的费用，仅仅只是为了能够多保住那么一点点流进自己国境的河水。当一个曾经的石油大国走到了要用石油去祈求水的这一步田地，你就不难想象这场水资源危机到底已经深重，已经绝望到了一个怎样令人窒息的程度。而那些一个又一个的数字，每一个都像一根尖锐的针，狠狠地扎在人的心上。联合国的报告早就指出，在伊拉克境内，高达90%的地表水已经受到了严重的污染，根本无法安全地饮用。在这个曾经被全世界称颂为两河流域的富庶之地，如今竟然有3万多人仅仅因为缺水这一个原因，就被迫抛下世代居住的家园，沦为了无家可归的气候难民。在南部的一些地区，由于河水水位太低，海水竟然顺着干涸的河道一路倒灌了进来，导致土地的盐碱化问题越来越严重。那些曾经肥沃的良田正在一片接着一片地死去，再也长不出庄稼。这就是河水干涸在我们这个真实的世界里所造成的真真切切、血淋淋的人间惨剧。它不是什么遥远缥缈的古老预言，它是此时此刻正在那片土地上真实上演的活生生的苦难。而这场由缺水所引发的灾难，还在无情地吞噬着一个更加古老、更加令人心碎的世界。在伊拉克的南部，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最终汇流的地方，曾经有着一片广袤无垠的湿地沼泽，被人们称为美索不达米亚沼泽。有许多学者都认为，这里很可能就是圣经中所描述的那个失落已久的伊甸园的原型所在地。数千年来，有一群被称为沼泽阿拉伯人的古老族群，世世代代就生活在这片水乡泽国之中。他们住在用芦苇巧手编织而成的精美房屋里，划着小船穿行在密密麻麻的芦苇荡之间，靠着捕鱼和放牧水牛为生，过着一种仿佛与世隔绝、延续了5000年之久的独特生活。这片浩瀚的沼泽曾经是无数候鸟南来北往迁徙途中的重要驿站，是一片生机盎然的生命天堂。可是如今，随着上游的河水被一道道大坝层层拦截，随着干旱年复一年的不断加剧，这片曾经烟波浩渺的人间乐园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干涸、龟裂，一点一点地化为一片寸草不生的盐碱荒漠。曾经清澈见底的水道变成了干裂的泥沟，曾经茂密葱郁的芦苇荡大片大片地枯死倒伏，曾经成群结队的水牛因为再也找不到水喝，找不到草吃，而成批成批地倒闭在龟裂的泥地上。那些世代生活在这里的沼泽阿拉伯人，他们延续了整整5000年的古老生活方式，他们赖以为生的家园，他们引以为傲的文化，
正在我们这一代人的眼前，无可挽回地走向终结。许多人不得不含着热泪，永远地离开这片埋葬着祖先的土地，茫然地涌入陌生的城市，沦为新的一代难民。你想想看，这是何等深刻的讽刺，又是何等沉重的悲哀。如果这里真的曾经就是传说中伊甸园的所在，那么如今人类正在用自己的双手把这个失落的乐园彻底地变成一片死亡的荒漠。圣经里的整个故事正是从伊甸园里的那条河开始讲起的。而现在，当这条河干涸，当这个疑似伊甸园的地方化为一片焦土的时候，那种人类的故事仿佛正在绕了一圈，重新走回某种终局的宿命感是如此的强烈，如此的挥之不去。一个乐园的悄然消失，会不会正是另一个更大、更可怕的篇章即将拉开序幕的开始？而就在这条大河一寸一寸后退的同时，它也在向着我们这个世界吐露出那些被它默默掩埋了数千年的惊人秘密。这又是另一个让人听了脊背发凉的章节。随着水位的不断下降，伊拉克的考古学家们惊讶地发现，有超过80处古老的历史遗址正从干涸的河床与见底的水库底部一个接一个地重新浮现出来，其中就包括一座叫做塔尔比斯的古城。它在水下沉睡了不知多少个年头，如今又重见了天日。在土耳其的东部，后退的河水甚至让一座古堡露出了水面，那古堡的墙壁上居然还清晰地刻着古希腊文的铭文。据考证，那很可能是一座在基督诞生之前就已经存在的古老神庙。而在那条姊妹河底格里斯河的岸边，一座属于神秘的米坦尼帝国的失落古城也跟着浮出了水面。这个帝国在历史上一直充满了谜团。除此之外，还有那些属于亚述帝国时代的大片古墓群，一座紧挨着一座，从厚厚的泥沙之中缓缓地悠悠地显现出来。你能感受到那种诡异到极点的氛围吗？这条河就仿佛一个已经沉默了数千年的垂暮老人，在自己生命即将走到尽头的最后时刻，开始一件一件的郑重地交出他毕生所守护的秘密。他把那些早已被人类彻底遗忘的城市，那些早已被历史尘封的失落帝国，又重新一个一个的摆放到了我们这些后人的眼前。对于那些虔诚的相信预言的人来说，这简直就是一种无声却又震耳欲聋的启示。河水的退去所露出的已经不只是泥土与断壁残垣了，那更像是某种来自远古、来自时间深处的沉重的讯息。而围绕着这些干涸的河床与洞穴，民间还悄悄流传着一些更加离奇、更加令人脊背发凉的传说。有人言之凿凿地声称，在某些刚刚露出水面的幽深洞穴深处，传出了一些难以用科学解释的奇怪的声响，甚至有人绘声绘影地描述说，那是被神明囚禁了千万年的堕落天使所发出的低沉的、痛苦的呻吟与低语。还有人传说，当地的官方当局在某一个河底的神秘洞穴里发现了某种惊人到不可思议的东西之后，便雷厉风行地迅速把那整个洞穴给彻底封锁了起来，从此不准任何人靠近。对于这些扑朔迷离的传说，我们必须要非常诚实、非常负责任地告诉每一位朋友，这些关于神秘洞穴与堕落天使声响的说法，绝大多数其实都缺乏可靠的、能够经得起检验的证据。网络上流传的很多所谓画面与影片，甚至根本就是后人用各种工具加工、剪辑，乃至于凭空想象出来的东西，我们绝对不能把它们当成真实发生过的事实来看待。但是这些传说之所以能够流传得这么广，散播得这么快，深入这么多人的心底，恰恰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了一个事实，那就是这条被写进神圣预言的大河的干涸，已经在无数普通人的心灵深处激起了一种深深的、无法言说的对于末日的敬畏与恐惧。当一条被预言反复提及的大河真的在自己的眼前开始干涸的时候，人们的想象力自然而然的就会不受任何控制的朝着那最幽暗、最神秘、最终极的方向汹涌地奔流而去。说到这里，我们有必要稍微让自己冷静下来，认真而审慎地谈一谈对于启示录里的这段预言，那些真正严肃的研究者们到底是怎么看待的。
因为网络上那些耸人听闻、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解读，往往只不过是众多声音当中的一种而已，而真实的学术图景要远比那复杂的多，也丰富的多。事实上，对于启示录这卷书的解读，自古以来就存在着好几种截然不同的学派，彼此争论了上千年。有一种看法认为，书中所描述的这些灾难与预言，都应该严格按照字面的意思去理解，他们所指向的是一个还没有真正到来的活生生的未来。而幼发拉底河的干涸，就是一个将要在现实中实际发生的具体而真实的事件。持这种观点的人，自然会对眼前河水的干涸感到无比的震撼与激动。但是还有另一种同样源远流长的看法，则认为启示录通篇所使用的其实是一种高度象征的文学语言，书中的那条河、那些碗、那些青蛙，更多的是一种属灵的道德层面的象征，而不应该被简单粗暴地对应到现实世界中的某一条具体的河流之上。在这种解读的框架里，幼发拉底河更像是代表着那些追随堕落势力的众多民族与人群，而它的干涸象征的则是这股黑暗势力的最终瓦解与崩溃。你看，仅仅是面对同一段古老的文字，那些严肃认真的学者之间就有着如此巨大、如此根本的理解分歧。所以我们在面对这个沉重话题的时候，真的需要在心里多保留一分谦卑，多保留一分审慎。我们绝不能仅仅因为一条河碰巧在这个时代干涸了，就斩钉截铁、迫不及待地断定末日的钟声已经为我们敲响。回顾漫长的历史，曾经有过太多次，人们信誓旦旦地对外宣称世界末日就在眼前，把当时所发生的各种天灾人祸、战争、瘟疫统统都解读成是古老预言的精准应验。可是日子一天又一天的平静过去，那个被反复预告的末日却始终并没有如期降临。这样令人尴尬的故事，在人类的历史上已经反复地上演了千百回。但是话又说回来，这一次似乎又确实有那么一点点的不一样。以往人们所津津乐道的那些所谓末日征兆，往往都是模糊的，是难以验证的。比如说地震好像变多了，瘟疫好像在流行了，这一类的说法，在任何一个时代其实都能轻易地找到对应的例子来佐证。可是幼发拉底河的干涸却是一个如此具体、如此可以被精确测量，甚至可以被天上的卫星数据反复验证的明明白白摆在所有人眼前的物理事实。它不再是那种模棱两可可以任人解读的主观感觉，而是龟裂的河床上那一道道实实在在的深深的裂痕，是水位计上那一天天无情下降的冰冷的读数。正是这种前所未有的可以被现代科学反复验证的具体性与真实性，让这一次关于古老预言的讨论显得格外的凝重，也格外的让人无法轻易的一笑置之。好了，铺陈了这么多，我们也该稍稍静下心来，好好的冷静的想一想，眼前的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站在一个绝对冷静、绝对理性的角度，我们完全有理由可以说，这所有的一切不过就是一连串令人惊叹的巧合罢了。一条大河的干涸本来就完全可以用上游疯狂筑坝、全球气候变迁、人类过度抽取地下水这些再现代、再常见不过的问题来合理的解释。而那段写于将近2000年前的古老预言，本来就是用充满了高度象征的诗意而模糊的语言写成的。后人总是会不由自主地倾向于把眼前正在发生的种种大事，往那些古老的、可以有多种解读的文字上去生搬硬套。更何况平心而论，每一个时代都有他自己那个时代特有的末日恐慌，这从来就不是我们这一个世代所独有的稀奇现象。从这个角度看过去，这或许真的只是一场被人们过度解读、过度渲染的再寻常不过的自然现象而已。可是如果你站到另一个角度，那种惊人到匪夷所思的吻合又实在让人很难完全的放下心来。一条被圣经反复郑重提及，并且总是与末日紧紧相连的伟大河流，偏偏就在我们所生活的这一个世代，以人类有史以来从未出现过的惊人速度急速地走向干涸。而它所流经的那一片土地，
那个在预言里被明确指定为末日终极决战之地的中东，又恰恰好正是当今这个世界上局势最动荡、火药味最浓、随时都可能擦枪走火的最危险的地方。各方的强大势力在这里明争暗斗，彼此角力，冲突与战争的阴云几十年来始终挥之不去。当预言中的那条河、预言中的那片地，以及预言中所描述的那种剑拔弩张的紧张局势，如此精准、如此巧合地同时出现在我们这一代人的眼前的时候，要拍着胸脯说这一切纯属偶然，似乎也确实需要拿出不小的勇气。让我们再把目光投向这片土地此刻的真实处境。长久以来，中东就是这个地球上最不平静的角落。在这里，不同的民族、不同的信仰、不同的大国势力，几十年如一日的激烈碰撞，彼此较量，互不相让。耶路撒冷的归属问题，圣殿山的种种纷争，一场接着一场的零星战火，让这片本就干渴的土地从来没有真正享受过长久的、彻底的安宁。而在那幅古老预言的版图里，这里恰恰正是万王聚集、列国摊牌、做最后了断的所在之地。当全世界的目光一次又一次地被这片土地上突如其来的冲突所牵动的时候，那些笃信预言的人便会更加坚定地在心里认为，那场大戏的帷幕正在我们眼前缓缓地拉开。而更加耐人寻味的是，水资源的枯竭，它本身就在为这片土地上的冲突源源不断的火上浇油。当河水越来越少，当良田一片片变成荒漠，当千百万人为了一口活命的水而走投无路的时候，原本就已经尖锐到极点的矛盾只会变得更加无法调和。饥饿与干渴从古至今从来都是动乱与战争最肥沃的温床。历史一次又一次地告诉我们，当一个地区的人们连最基本的生存都已经无法得到保障的时候，铤而走险往往就成了他们最后的也是唯一的选择。于是我们看到了一个令人不安的恶性循环，缺水加剧了冲突，而冲突反过来又进一步破坏了那本就无比脆弱的供水系统，从而把更多的人推入了绝境。这片预言中的末日战场正在我们所处的现实里被无情的干渴一步又一步地推向那个危险的临界点。所以你看，无论是那一条正在悄然干涸的大河，还是这一片正在不断沸腾的土地，现实与预言之间的那一条原本清晰的界限，似乎正在变得越来越模糊，越来越难以分辨。我们已经很难再用一句轻飘飘的巧合去解释这一切为何会如此严丝合缝地彼此对应在了一起。进入2026年，这条饱经沧桑的大河依然在死亡的边缘苦苦挣扎，它的水位依然徘徊在历史的最低点附近，迟迟不见好转。而关于它的种种讨论，关于那段古老预言究竟会不会应验的激烈争论，不但没有丝毫平息的迹象，反而随着危机的加深越烧越旺，越传越广。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一遍又一遍地追问着同一个问题：我们是不是真的正站在某个重大历史时刻的门槛之上？我们这一代人会不会就是那个将要亲眼见证古老预言应验的被选中的时代？我想这个沉重的问题恐怕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给出一个100%确定的答案。我们既完全不必因为这些表面的巧合就让自己陷入无谓的毫无益处的恐慌之中，毕竟恐惧这种情绪从来就不能真正解决任何一个实际的问题。但与此同时，我们或许也不应该太过轻率地把眼前发生的这一切仅仅当成是茶余饭后的谈资，当成一个耸人听闻的故事，听过就一笑置之。因为无论你个人到底信不信那段古老的预言，有一个冷冰冰的事实，是任何人用任何理由都无法否认、无法回避的，那就是一条曾经孕育了整个人类文明的伟大而古老的河流，正在我们这一代人的眼皮子底下，真真实实的一步一步的走向枯竭与死亡。而这件事情本身，难道还不足以让我们每一个人都从心底里感到一阵深深的警醒吗？它至少在无声地提醒着我们，这个我们赖以生存的世界，远比我们平日里所想象的要脆弱得多，也要无常得多。
一条看上去仿佛会永恒奔流下去的大河，原来说它干，它就真的可以干涸见底。我们一直以为理所当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水源、土地，乃至于整个文明，其实都只是大自然慷慨借给我们的，都需要我们用敬畏的心去好好的珍惜，去用心地守护。一旦我们失去了这份敬畏，贪婪的索取，无度的挥霍，那么大自然的反噬也许就会以一种我们意想不到的方式悄然降临。所以朋友们，回到我们最初的那个问题，幼发拉底河的干涸，这究竟是末日预言一字不差的郑重应验，还是人类自身的贪婪与短视所一手酿成的一场巨大的生态悲剧？又或者这两者本来就根本是同一件事情的一体两面？当人类的贪婪恰好走到了与那段古老预言完美重合的那一个命运的交叉点上的时候，那会是纯粹的巧合，还是某种我们至今尚未参透的冥冥之中的必然？这条河还会继续干涸下去，而那一场关于末日的漫长倒数计时，到底是真实敲响的警钟，还是一场虚惊一场的闹剧？时间，这位最公正也最沉默的见证者，终究会在某一天给我们所有人一个答案。而我们在当下唯一能够做的，也是最应该做的，就是睁大我们的双眼，时刻保持一颗清醒的头脑，继续默默地注视着这条正在我们眼前缓缓死去的大河，以及在它那干涸的河床背后，那个正在悄然发生着深刻改变的我们所有人共同的世界。2026年的7月22日前后，整个宇宙的能量场将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剧烈翻转。多位通灵师不约而同地传达了同一个讯息，他们说在那一刻你会感觉到时间仿佛凝固了，所有人类的动作好像全部停止，不是物理上的静止，而是一种意识层面的巨大暂停，仿佛宇宙按下了重启键，新旧秩序正在你看不见的维度中剧烈剥离。你的身体可能还站在原地，但你的灵魂已经被一股巨大的力量拉往了某个全新的方向。很多人描述那种感觉，就像是忽然从一场长达数十年的梦中醒来，四周的一切看起来都一样，但又好像哪里完全不同了。听起来很玄，对不对？但如果我告诉你，这件事背后有着极其严密的天象佐证，有着跨越千年的预言呼应，有着量子物理学家都无法忽视的地球频率异常数据，你还会觉得这只是无稽之谈吗？今天这支影片，我们就来深入拆解这一切，从古老的星象周期到现代的舒曼共振异常，从诺查丹马斯到盲眼龙婆，从巴夏的平行现实理论到遥视者看见的新地球时间线，从中国民间的赊刀人预言到印度神童的占星警告，我们一层一层地揭开这个惊人拼图。系好安全带，因为接下来的内容可能会彻底颠覆你对这个世界的认知。这不是一支普通的影片，这是一份关于人类命运转折点的深度报告。首先，我们必须从2026年最重要的一场天象事件说起。2026年2月20日，土星和海王星在白羊座0度精确合相。你可能会问，两颗行星靠在一起有什么大不了的？让我告诉你它有多罕见。上一次土星和海王星在白羊座0度合相，是大约9000年前，大概是公元前7000年左右。那是什么时代？那正好是人类从游牧采集转向定居农耕的起点，考古学家称之为新石器革命。没错，上一次这个天象出现时，人类文明的整个底层架构被彻底重写了。我们从到处流浪的猎人变成了盖房子种田的农民，从此有了村庄，有了城邦，有了文字，有了宗教，有了法律，有了阶级。我们今天所知道的一切文明形态都始于那个转折点。而这一次9000年后，我们又站在了同一个宇宙坐标上。你觉得这仅仅是巧合吗？白羊座0度在占星学中被称为世界点，它是整个黄道12宫的起始位置，就像一年的第一天，一首曲子的第一个音符代表着最纯粹的开端能量。如果你玩过塔罗牌，你会知道大阿尔卡纳的第0张牌叫愚者，那个天真无畏，脚下就是悬崖却依然往前走的旅行者。白羊座0度的能量就类似于此，站在旧世界的边缘，看似愚蠢，实则被某种超越理性的更高力量所引导。而在世俗占星学中，
发生在世界点上的行星事件往往会在全球层面产生深远影响，牵动每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走向。现在让我们来看这场合相的两个主角。土星是结构、秩序、权威、纪律、时间和因果法则的象征，它是那堵坚不可摧的石墙，是维持社会运转的骨架，是政府、法律、银行、边界线和传统制度的守护者。海王星是梦境、灵性、幻象、慈悲和超越的化身，它是那股汹涌而来的海啸，是模糊一切边界的迷雾，是让你分不清现实和幻觉的力量。当石墙遇上海啸会发生什么？石墙被冲垮了。但海王星不仅仅是破坏者，在旧结构的废墟中，新的愿景会从裂缝中萌芽。而白羊座的火焰能量让这一切不是温温吞吞缓慢发生的，而是猛烈的、爆发式的、充满原始冲动的。想象一下，把一桶冰水泼在烧红的铁板上，那个瞬间的蒸汽爆发，就是白羊座0度土海合相的能量质感。回顾历史，每一次土星海王星合相都伴随着世界秩序的重大转折，而且转折的方式都惊人地呼应着海王星溶解与土星重建的主题。1989年，他们在摩羯座合相，柏林围墙倒塌了，一个象征了整个冷战时代的混凝土高墙不是被军队推倒的，不是被炸弹炸开的，而是被人民的意志和时代的浪潮消融掉的。苏联随后解体，一个横跨欧亚大陆的超级大国不是被战争打败的，而是被意识形态的瓦解从内部融化掉的。那就是海王星典型的力量，它不用暴力摧毁你，它让你自己从内部瓦解。1917年，他们在狮子座合相，俄国革命爆发，沙皇统治终结，共产主义浪潮席卷全球。1846年的合相引发了美墨战争，改写了整个北美洲的版图，加利福尼亚、德州、亚利桑那这些今天美国最重要的州全部易手。1703年那一次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导致旧世界秩序死亡，欧洲国境线被全面重划。彼得大帝更是在一片沼泽上建起了圣彼得堡这座宏伟城市，那是土星在海王星领地上造物的完美写照。每一次毫无例外，世界的游戏规则都被彻底推翻重来。你发现了吗？每一次合相的间隔大约是36年，而每一次世界都被改写了一遍。但更有趣的是，如果你把这些事件连成一条线，你会看到一个清晰的模式。每次合相都比上一次更加深入地触及人类文明的核心。1703年改写的是国家边界，1846年改写的是大陆版图，1917年改写的是政治意识形态，1989年改写的是全球秩序和资讯流通方式。每一次瓦解的层次都更深一层，就像剥洋葱一样，一层一层地往核心剥去。那么2026年这一次会剥到哪一层？也许这一次触及的不再是外在的制度和结构，而是人类意识本身。也许这一次宇宙要重写的不是地图上的边界线，而是你脑海中关于什么是真实的定义。而2026年这一次，它发生在白羊座0度黄道的最起始点。这不仅仅是某个领域的重组，而是一切的归零重启。占星师们把它称为宇宙大重置，一个持续36年的全新周期就此展开。前一个周期始于1989年柏林围墙倒塌，那36年间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互联网和智慧手机改变了人类交流方式，金融资本主义成为主导力量，但同时也制造了前所未有的贫富差距、资讯混乱、信任危机和环境破坏。现在这个周期结束了，新的周期要求我们用白羊座的勇气去开创，用海王星的愿景去想象，用土星的纪律去落实。但在新的建立之前，旧的必须瓦解。这就是为什么最近几年世界越来越疯狂，因为一个维持了36年的老系统正在死去，而新的还没有完全成型。你正站在这两者之间的裂缝里，感受着新旧交替的巨大张力。那种焦虑感，那种世界好像哪里不对劲的直觉，不是你的幻觉，那是你的灵魂在感知一场正在发生的文明级地震。好，说完了2月的土星海王星合相这个开场大戏，现在让我们把时间轴往后推到7月。为什么7月22日前后如此关键？因为在2026年7月26日，月亮焦点轴线将从双鱼座和处女座转移到水瓶座和狮子座。月亮焦点是月球轨道与太阳黄道交叉的2个点，
在占星学中，北焦点代表人类集体意识前进的方向，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宇宙给人类设定的进化任务清单。南焦点代表我们需要毕业，需要放下的旧模式和旧业力。每隔18到19个月，焦点就会换一次星座，带来全新的集体命运主题，并启动一系列全新的日月食周期。你可以把每次焦点转换想象成宇宙剧院换了一部新戏码，所有人都是演员，但很多人还在按照上一部戏的剧本演出，浑然不知舞台布景已经全部换掉了。当北焦点进入水瓶座，意味着人类的演化方向将指向社群意识、科技创新、去中心化、集体解放和对更高公共利益的追求。水瓶座的核心精神是为了全体的福祉而行动，他不在乎个人的荣耀，只在乎整体的进步。而南焦点落入狮子座，则要求我们放下个人英雄主义、自我中心，对聚光灯的渴望和对权力名声的执着。简单说，就是从我到我们的巨大能量转换。上一次这个焦点配置出现是2008到2009年间，那时全球金融海啸爆发，华尔街少数精英的贪婪引发了系统性崩溃，最终催生了占领华尔街运动和全球民众对金融体系的集体觉醒。而这一次2026年的版本，冥王星已在水瓶座扎根2年多，天王星也进入了双子座，开始它长达7年的思维革命之旅。那股权力必须回归人民的深层变革力量，已远比2008年更加汹涌澎湃。更惊人的是，在焦点转换的几乎同一时期，太阳与冥王星形成精确对分相。太阳代表生命力、核心身份和自我意识，冥王星代表死亡、重生、深层权力转化和灵魂的极限考验。这是一场意识层面的正面对决，迫使每一个人、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制度直视一个根本问题：什么必须死去，什么值得存活？你生命中那些靠着惯性维持但已经失去灵魂的东西，那些你明明知道不对但一直不愿面对的关系、工作、信念和身份认同，在这股能量冲击下都将面临存亡的审判。宇宙不会替你做决定，但它会把你推到一个你再也无法逃避的位置上，就像老鹰把雏鸟推出巢穴一样，不是因为残忍，而是因为你必须学会飞。而7月到8月不只有焦点转换，让我们看看全球各地的预言体系怎么说。印度占星神童阿南德在他的预测中特别标记了7月24日前9天和最后10天，作为2026年3个最需要警惕的时间窗口之一。另外2个分别是4月下半月和11月中旬。他指出这些时段可能发生重大的地缘政治动荡或恐怖主义事件，但他也强调2026年同时可能是医学和科技大幅进步的一年，形容这将是相当精彩的一年。英国知名预言家帕克则根据他的灵视和印度古老的纳迪叶占卜分析指出，4月15日到11月15日是2026年的极度危险周期。他特别提到8月12日的新月之夜是一个敏感的触发点，木星、太阳与月亮聚集在巨蟹座，形成特殊的能量构型。他甚至预言日本周边的海底火山可能喷发，产生致命的毒气云，影响范围可能波及俄罗斯。而恰好在8月12日那一天，一场横跨格陵兰、冰岛和西班牙的日全食将笼罩欧洲上空。这是欧洲大陆自1999年以来的首次日全食，最长全食持续时间为2分18秒。日全食的路径从北极的冰原开始，穿越冰岛的火山地带，最后在西班牙温暖的阳光下结束。诺查丹马斯的追随者也在他的模糊诗句中寻找与这场日食的关联。虽然他的原文从未明确提到2026年，但他的诗集中充满了关于太阳被遮蔽和天空之火的意象。有解读者尝试用数字命理学的方式，将编号为26的诗句与2026年挂钩。其中一首提到巨大的蜂群将涌起，被一些人联想到社会运动或科技革命的隐喻。当然，我们必须承认诺查丹马斯写作时使用的是中世纪法语混杂拉丁文，他的措辞故意模糊不清，几乎任何重大事件都可以被套入他的诗句中。但有趣的是，他曾亲口对法国王妃说，如果1999年7月出现了某种神秘的另一种物体，恐怖大王的降临和毁灭就可以避免。400年后，人类安然度过了1999年，是预言失灵了，还是那个另一种物体真的出现了？
这个谜团也许要到2026年才会逐渐浮出水面。把这些天象和预言叠加在一起看，你会发现7月下旬到8月中旬，宇宙为地球安排了一场密集轰炸式的能量冲击，焦点转换，太阳冥王星对分，木星进入狮子座，日全食接踵而至，全部挤在短短几周内。难怪通灵师们会说，在那一刻人类的集体意识场会经历一次巨大的暂停，不是世界末日，不是天塌下来了，而是宇宙在强迫你停下来，停下你惯性的奔跑，停下你自动驾驶式的生活，因为你必须在这个岔路口重新校准你的频率，决定你要走哪条路。这就像高速公路上的强制减速带，不是要阻止你前进，而是提醒你前面的路况完全不同了，你需要切换模式。说到频率，我们就不得不提一个科学界一直在默默观测但很少公开大规模讨论的现象——舒曼共振。1952年，德国物理学家温弗里德·舒曼预测了地球表面与电离层之间存在一种电磁共振，其基频约为 7.83 赫兹。这个频率后来被称为地球的心跳，它主要由全球雷暴活动驱动，每秒钟地球上大约有1000到2000场雷暴同时进行。这些雷电产生的极低频电磁波在地表和电离层之间来回反射，形成驻波，就是舒曼共振。同时它也会受到太阳风暴和地磁扰动的影响。几十年来这个基频一直相当稳定，但近年来全球各地的监测站记录到越来越频繁的异常振幅尖峰，在某些时段活跃的谐波带攀升到10到11赫兹甚至更高。监测频谱图上出现大片的亮白色区域，被观测者称为白化现象。用一个比喻来说，如果 7.83 赫兹是地球心跳的根音，那这些更高的谐波就像地球在根音之上唱出了更高8度的旋律。根音没有消失，但音乐在扩展，音域在变宽。这里有一个非常迷人的细节，你可能不知道。7.83 赫兹这个地球基频恰好落在人脑阿尔法波和西塔波的交界区域。阿尔法波大约在8到12赫兹之间，是你放松但清醒时的脑波状态，比如闭目冥想或白日梦的时候。西塔波在4到8赫兹之间，是深度冥想、灵感涌现甚至濒临入睡时的脑波状态。地球的心跳频率恰好踩在这两个意识状态的边界上，这纯粹是巧合吗？有些研究者认为，这意味着人类的大脑天生就是为了和地球的电磁场共振而设计的。我们的意识和这颗行星之间存在着一种深层的电磁共鸣关系。当地球的心跳改变时，人类的集体意识状态也会随之波动。许多敏感体质的人报告说，在舒曼共振出现异常尖峰的日子里，他们会经历严重的失眠或极度嗜睡，无法解释的头痛和太阳穴压迫感，高频耳鸣，突然的极度疲劳，莫名其妙的情绪海啸，比如突然想哭或想大叫但找不到任何合理原因，以及心悸或胸口闷胀。松果体这个负责调节褪黑激素和睡眠周期的微小腺体对磁场极其敏感。当舒曼共振剧烈波动时，松果体收不到正常的关机信号，你翻来覆去睡不着，做着极其逼真异常鲜明的梦，醒来后比睡前更累。如果你最近几个月有这些症状，但去医院检查什么问题都没有，也许答案不在你的身体里，而在地球的电磁场里。而2026年正好处于第25个太阳活动周期的极大期附近，太阳表面的黑子活动、太阳闪焰和日冕物质抛射将达到11年周期中的峰值。这些太阳事件会直接冲击地球电离层和磁场，改变舒曼共振的腔体结构，使其产生更剧烈、更频繁的震荡。历史上最著名的太阳风暴事件是1859年的卡灵顿事件。那场超级太阳风暴导致全球电报系统瘫痪，操作员被电击电报纸自燃。如果同等级事件在今天发生，全球电力网络可能大面积瘫痪持续数月，通讯卫星可能报废， GPS 导航可能失效，互联网可能断线数周。想象一下，全世界同时停电停网，所有人类的动作是不是就真的全部停止了？所以当通灵师们用灵性语言描述7月22日的暂停时，也许他们看到的和科学家担心的太阳风暴场景说的是同一件事，只是用了不同的语言。一个用的是灵魂的语言，一个用的是数据的语言，但他们可能指向同一个现象。让我们再想得更深一层，如果太阳极大期的猛烈闪焰冲击地球磁场，而地球磁场的变化通过舒曼共振直接影响人类的脑波和意识状态，那么在7月到8月那段天象最密集的时期，
我们的集体意识是否可能真的进入一种非寻常的状态？不是物理上的静止，而是一种集体性的意识模式切换，就好像全人类同时从日常的清醒模式切换到了那种介于梦与醒之间的奇异频率。在那个状态中，你对现实的感知会和平时完全不同，时间会变得粘稠或跳跃，直觉会变得异常清晰。你平时被理性头脑压抑的那些深层感知会浮出水面。也许这就是通灵师们所描述的所有动作停止的真正含义，不是外在的静止，而是内在觉知的一次巨大跃升。好了，现在让我们把视角拉到更宏观的预言体系。巴夏这个由达瑞尔·安卡通灵传讯的多维度存在，40年来一直在传递关于现实本质的教导，在全球灵性社群中拥有庞大的追随者。他最核心的概念之一叫做分裂棱镜。他说，我们的世界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现实分裂。地球上同时存在着多个平行版本，而每个人根据自己的振动频率正在被导向不同版本的地球。他的比喻很直观，想象你原本只能看到一个电视频道，但现在你的接收频宽忽然扩大了，你同时看到几个完全不同的节目叠加在同一荧幕上，画面变得混乱嘈杂，令人困惑。角色在打架，同时又在跳舞，你根本分不清哪个画面才是真的。巴夏说，这就是当今世界极端两极化的根本原因。不同的人不是在看同一个现实，但有不同意见。他们是在经历客观上不同的现实版本，而且双方都坚信自己看到的才是唯一的真相。你注意看看身边是不是就是这样？同样一件事情，两个人的反应可以截然相反，到令人匪夷所思的程度，仿佛他们根本不是生活在同一个世界里。巴夏说，这恰恰是现实分裂的第一个症状，最终这些版本会彼此越来越远，直到你再也感知不到另一个版本的存在。巴夏特别强调2025到2027年是人类历史上最关键的演化窗口。他说，崩溃是突破的必要前奏。当前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一切混乱，包括制度的瓦解、政治的极化、人工智能的爆发、自然灾害的加剧，这些不是随机的噪音，而是一个更大的时间线汇聚过程的一部分，是地球为接下来的重大转变所做的准备。他甚至预测2026年底到2027年初将发生某个标志性事件，让人类再也无法否认我们不是孤独的。他说，这可能与不明飞行物有关，第一批显露身份的可能是卯宿星人，接着是混血种族。他说，准备工作其实已经在幕后进行了数十年，各类型的外星存在已经与一些科学家合作了很长时间，创造和引进了某些东西和想法。不管你信不信外星接触的说法，巴夏的核心讯息其实很简单。在这个关键窗口期，你的选择，你的振频，你每天喂养的情绪和想法，决定了你最终会落脚在哪个版本的地球上。遥视者伊丽莎白也看到了非常类似的讯息。他透过多年训练的遥视技术，声称能将意识投射到不同时空场景中提取资讯。他描述说，一开始进入遥视状态需要45分钟到1小时的高度集中，但经过多年训练之后，只要闭眼几秒，大脑就自动发问你想去哪里，然后迅速切换场景。他最初也怀疑那些画面的真实性，直到他遥视到的某些未来事件接连应验。关于2026年，他传递了一个核心讯息：2026年是锚定新地球时间线的年份。我们不会一夜之间跳入新现实，但这是新地球时间线正式凝聚的起点，而每个人都站在选择点上。你想滋养什么频率？和平、合一、宽恕、爱，还是恐惧、愤怒、分裂、执着？你的想法、行为和环境构成一种能量场，就是你正在喂养的时间线。你喂养哪条，它就会在你的现实中变得更加真实和稳固。这个概念乍听之下很抽象，但你仔细想想，你有没有过这种经验？当你心情特别好，充满感恩的日子里，好事接二连三的发生；而当你陷入恐惧和焦虑的螺旋时，坏消息也像是约好了一样排队来报道。也许那不仅仅是心态影响感受这么简单，也许你真的在通过自己的频率，在不同的现实版本之间做微妙的滑动。保加利亚盲眼龙婆巴巴万加这位在1996年去世的传奇灵媒，也留下了2026年的多条预言。他曾精准预测过戴安娜王妃去世、911恐怖攻击、英国脱欧和新冠疫情等重大事件。
当然也有过不少失准的预言，比如哈利王子登基和普京被暗杀都没有发生。关于2026年，他预测战火会从东欧烧到中东，而就在今年2月底，以色列和美国联手对伊朗发动了大规模军事攻击，这让许多追随者大为震惊，因为他的预言又一次似乎部分应验了。他还预言2026年将出现毁灭性天灾， AI 全面改变人类生活，甚至在11月会发生与外星智慧的首次接触。他描述一艘大型太空船将进入地球大气层。而在东方中国民间也有着独特的预言传统。2023年秋天，神秘的赊刀人在辽宁和河北多地出现，他们衣着朴素，笑容和善，用一种几乎消失的古老方式留下预言。有人拍到河北承德的一位赊刀人，他说刀子3年后收钱正好指向2026年。有人问他3年后找得着人吗？他沉默了，不再回答。那个沉默比任何话语都更令人心惊。说到这里，我想聊一个很多人忽略的角度，古代文明的宇宙周期观。我们现代人倾向于把时间看成一条直线，从过去到未来不断前进，但几乎所有古老文明都认为时间是螺旋式的或周期性的。印度教的瑜伽系统把宇宙时间分为4个不断循环的时代。我们目前处于加利瑜伽，也就是最黑暗的时代。但根据某些计算方式，这个黑暗时代正接近尾声，人类即将迎来一次集体意识的觉醒。玛雅历法中，第5太阳纪在2012年结束了，但玛雅长老们一直强调，那不是世界末日，而是一个过渡期的开始。真正的新时代能量需要10几年才能完全锚定。如果从2012年往后算14年，恰好就是2026年。中国的易经也有着类似的周期观，认为宇宙运行遵循着阴阳交替、物极必反的规律。当阴暗到了极致，光明就会降临，否极泰来。当不同文化、不同传统、不同计算方式都指向同一个时间窗口的时候，你很难不开始认真思考。也许他们看到了某种我们用现代科学工具还无法完全测量的宇宙韵律。现在让我们来做一个全景式的整合。第一块拼图是天象层面，土星、海王星合相开启9000年级别的文明重置周期，焦点转换将集体业力导向水瓶座时代主题，日全食横跨欧洲。冥王星在水瓶座推动权力结构变革，天王星进入双子座启动7年思维革命，凯龙星进入金牛座开始价值观疗愈，海王星进入白羊座开启直到2039年的灵性行动新周期。1年之内，6个重大行星周期同时启动，在现代占星记录中几乎史无前例。第二块拼图是地球物理层面，太阳极大期带来电磁环境巨变，舒曼共振异常活跃，全球地震频率上升。别忘了2025年3月缅甸那场7.9级大地震造成的巨大伤亡。第三块拼图是地缘政治层面，中东战火、大国角力、人工智能重塑社会、民众觉醒运动此起彼伏。第四块拼图是意识觉醒层面，越来越多人经历直觉增强、预知梦、共识性事件、灵性社群，从分散个体凝聚为集体意识场。第五块拼图是古代智慧层面，印度瑜伽周期、玛雅历法过渡期、中国赊刀人预言和周易的物极必反规律全部在这个时间窗口交汇。5块拼图叠在一起，一幅惊人的画面浮现出来，它不是末日，它是产房。旧世界正在经历最剧烈的产前阵痛，新地球正在被推挤出产道，而7月22日前后可能就是阵痛达到顶峰，同时也最接近新生的时刻。数字命理学也支持这判断。2026年是宇宙一年，2+0+2+6等于10，1+0等于1。1代表全新开始、内在力量、灵性主权和自我领导，这个频率正在支持每一个愿意觉醒的灵魂。但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也是我今天最想传达的核心讯息。每位真正负责任的通灵者都会告诉你，预言不是命运，而是可能性。就像《与神对话》那本书里写到的，通灵者看到的并不是一定会发生的未来，而是你现在的选择所导向的某个可能路径。你可以再选并改变结果。宇宙是一片巨大的游戏光碟，所有路线、情节和结局都已存在。但最终走哪条路是你自己的自由意志在每个瞬间做出的决定。那么面对这样一个宇宙级别的转折点，你具体可以做些什么呢？第一件事是降低噪音，有意识地选择你的资讯来源和摄取量。
你的注意力是你最宝贵的能量货币，你把它投注在哪里，那里就会在你的现实中膨胀。如果你每天花3个小时滚动刷那些贩卖恐惧的新闻和末日论，你就是在用自己最珍贵的能量去喂养恐惧的时间线。第二件事是扎根身体。在意识快速转换的时期，你的物质载体需要额外照顾。充足睡眠、纯净饮水、与大地的直接接触，比如赤脚走在土地或草地上，规律的深呼吸练习，这些看似简单的事情，在能量剧烈波动时具有超乎想象的稳定效果。第三件事是回到心的中心，每天花5分钟安静地将注意力带回胸口的位置，感受那里的温度和跳动，不需要任何复杂的冥想技巧，只是安静地待在那里。你会发现，当你从心出发时，很多让你焦虑的事情忽然不再有那么大的力量了。第四件事是寻找你的同频伙伴。2026年是觉醒灵魂彼此相聚的一年，那种只有我一个人醒住的孤独感正在消融。不要再独自承担了，去找到那些和你共振的人，哪怕只是网络上的一个社群，那份连结会给你比你想象中更大的力量。第5件事是留意同步性事件。在能量加速的时期，你会发现巧合越来越多。你刚想到一个人，他就打电话来了；你刚对某个话题产生好奇，就在书店偶然看到一本相关的书；你在梦里看到的场景，第2天就在现实中出现了。这些不是巧合，这是宇宙在和你沟通的方式，它在告诉你，你走对了方向，继续前进。当你开始留意和感谢这些同步性的时候，它们会出现得越来越频繁，仿佛宇宙在回应你的注意力，用更多的线索来引导你。有些人称这种状态为心流，有些人称之为与道合一，巴夏称之为跟随你最高的兴奋。不管你怎么称呼它，那种当你的选择和宇宙的韵律同步时产生的轻松流畅感，就是你走在新地球时间线上的最佳证据。说到人工智能，我想特别展开聊一下，因为这可能是2026年除了天象之外最具宇宙剧本感的一条线索。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人工智能恰好在这个时间节点上爆发？为什么不是10年前，不是10年后，偏偏就是在土星海王星合相，冥王星进入水瓶座，天王星进入双子座这个宇宙大重置的视窗里？冥王星代表深层的转化和权力结构的瓦解，它在水瓶座意味着科技将成为打破旧权力格局的工具。天王星代表突然的革命和范式转移，它在双子座意味着通讯、思维和资讯传播方式将被彻底颠覆。而人工智能恰恰就是同时触发这两者的那把钥匙，它既是打破旧体制的力量，又是重新定义人类思维的催化剂。盲眼龙婆也警告，2026年将是 AI 全面控制人类生活的一年。他甚至提到了 AI 反扑人类的潜在危机。巴夏则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人工智能的发展不是与灵性觉醒对立的，而是它的镜像，是人类集体意识中正在发生的转变，在物质层面的投射。你怎么使用 AI 取决于你的意识水平，它可以是解放你的工具，也可以是奴役你的枷锁。还有一件事我想特别提一下，就是梦境。如果你有留意的话，你可能会发现，从2025年下半年开始，很多人的梦变得越来越鲜明，越来越离奇，越来越像是在另一个世界的真实经历，而不是普通的梦。有人梦到大规模的天灾场景，有人梦到自己在一个完全陌生但又莫名熟悉的世界中醒来，有人梦到已故的亲人带着某种紧急的讯息出现，有人梦到自己在上课或接受某种训练，但醒来后完全想不起内容，只留下一种学到了很重要的东西的感觉。从占星学的角度，这和海王星进入白羊座有直接的关联。海王星是梦境的主宰，当它进入新的星座时，人类集体的梦境品质和内容都会发生显著的变化。而从舒曼共振的角度，在电磁环境剧烈波动的时期，人脑更容易进入西塔波状态，而西塔波正是深层梦境和灵感下载的频率。所以如果你的梦最近变得特别奇怪，请不要忽略它们。事主在床边放一本笔记本，醒来后立刻记录你梦到的内容。你可能会在那些看似荒谬的梦境碎片中发现一些非常重要的线索，关于你接下来该走哪条路的线索。另外，我想特别聊一下很多人在这个时期经历的一种奇怪感受，我姑且称之为灵魂倦怠。这不是普通的疲劳，也不是抑郁，而是一种深入骨髓的疲倦感，好像你的灵魂已经在某个层面走了很远很远的路，累到不想再动了。
同时，你可能会对过去热衷的事情忽然失去兴趣，你的人际关系可能会经历莫名的疏离或重组，你可能会有一种强烈的我不属于这里的感觉。如果你正在经历这些，请放心，你不是一个人。这是旧时间线和新时间线在你的生命中进行切换时的典型症状。旧的正在从你的能量场中剥落，新的还没有完全锚定，你暂时处于两者之间的无人地带。这个阶段会过去的，你需要做的就是允许它发生，不要抗拒，不要急着用旧的方式去填补那个空虚感。那个空虚不是需要被填满的洞，而是一个正在为新事物腾出空间的容器。想象一下9000年前的那个清晨，某个远古的人类拿起一粒种子，第一次把它埋进土里，然后站在那里等待。他不知道会长出什么，他的同伴可能觉得他疯了，好好的去打猎不好吗？为什么要把食物埋进土里？但就是那个看似愚蠢的动作，开启了农业，开启了文明，开启了一切。他不知道自己正站在一个9000年周期的起点上，不知道他那个小小的举动会改变整个物种的命运。他只是跟随了某种内在的直觉，某种他自己都说不清楚的冲动。9000年后的今天，在同一个宇宙坐标上，你又被邀请做出一个同等量级的选择，而你比他幸运得多，因为你有了语言，有了知识，有了全球互联的通讯网络，有了数千年的智慧传承来帮助你理解正在发生什么。也许这一次我们要播下的不是谷物的种子，而是意识的种子，从建设外在的物质帝国转向建设内在的觉知殿堂，从征服自然转向与自然共振，从分离转向合一，从恐惧转向爱，从我要更多转向我已经足够。2026年不是一个普通的年份，它是一扇门，而7月22日前后可能就是那扇门开的最大的时刻。当通灵师们说所有动作全部停止，也许他们真正想告诉你的是，停下你外在的忙碌，停下你追逐名利的脚步，去聆听你内在的声音。因为在那个宇宙暂停的缝隙里，在新旧秩序剧烈剥离的震荡中，你的灵魂会比任何时候都更清晰地告诉你接下来该往哪里走。最后我想说的是，无论你相不相信占星、预言或通灵，有一件事是东西方所有智慧传统都同意的，当外在世界越动荡，内在的安定就越重要。当系统越崩塌，个人的清明就越珍贵。当集体越疯狂，你的一份宁静就越有力量。佛陀在菩提树下悟道时，外面的世界照样在打仗；耶稣传道时，罗马帝国照样在压迫；老子写下《道德经》时，天下照样在纷乱。从来就不存在一个等世界和平了再来修行的时机。恰恰相反，正是因为世界动荡，你的内在觉醒才更有价值。一盏灯在白天亮不亮没什么差别，但在黑夜中，一盏灯就足以照亮一整条路。2026年也许就是那个最黑暗，同时也最需要光的时刻，而你就是那盏灯。你不需要相信任何预言，你只需要相信一件事：你来到这个时代不是偶然的。你选择在这个时刻存在于地球上，是因为你有某种东西要去经历、去贡献、去完成。也许那就是你的灵魂在很久很久以前就已经知道的事情。而现在在2026年这个9000年一遇的宇宙坐标上，宇宙轻轻拍了拍你的肩膀说，嘿，该醒来了。新地球的时间线正在凝聚，而你是它的一部分。你准备好了吗？今天我们来聊聊经济学人杂志对2026年12个月所做的恐怖预言。回顾2025年末，世界局势已经隐伏着危机，俄乌战争仍在拉锯，美国与伊朗关系剑拔弩张，中东以巴冲突方歇，全球经济饱受通胀和债务风险困扰，科技股的狂热和泡沫并存，种种乱象都预示着2026年将不平静。经济学人的这张年末封面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问世，因此更增添了一份阴谋般的神秘色彩。刚刚踏入2026年，世界就已经天翻地覆，我们不禁要问，这一切真的只是巧合吗？亦或某种无形之手早已在暗中安排好剧本，把未来的灾难以预言的形式公诸于世？在2025年年底，经济学人发表了新年特刊封面，以一幅诡秘的红蓝色图像预示了2026年每个月份的重大事件。许多人一开始试图解读这幅封面图的玄机，图中一颗地球被划分成12个扇形，周围环绕着各种符号与人物，
一枚插满导弹与挥舞拳头的生日蛋糕占据醒目位置，暗示美国在2026年将迎来独立250周年。但这蛋糕上的图案却预示着战争和内乱。川普的肖像出现在封面中央，似笑非笑地注视着前方，显示他仍是今年举足轻重的关键人物。旁边还有一面残破的美国国旗和遮天蔽日的无人机、卫星，似乎在警告未来的战争将延伸至太空与高科技领域。此外，封面图里还隐约可见几颗象征瘟疫的骷髅、崩裂的建筑、倒下的王冠等等，每一个细节都意味深长。当时不少人把它当成一场寻找线索的游戏，试图猜测新的一年将发生什么大事。然而，现实的发展速度和尺度远超所有人的想象。第一幕从1月开始，上演了让全世界瞠目结舌的战火序曲。1月战火燎原，就在新年伊始，美国突然对委内瑞拉展开了精心部署的突袭行动。美军在1月3日凌晨对加拉加斯多处战略目标发动代号为绝对决心的空袭与地面突击，伴随着夜空中接连不断的爆炸声，委内瑞拉全境陷入极度震惊和混乱。短短数小时内，委国军方的重要设施被摧毁，城市停电，陷入黑暗。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美军特种部队竟成功潜入高度警戒的总统府，活捉了委内瑞拉总统尼古拉斯·马杜洛及其夫人。这是继1989年美军抓捕巴拿马独裁者诺列加之后，美国首次发动跨境行动逮捕现任国家元首。消息传出，犹如在国际政坛投下一颗重磅炸弹。这位号称反美坚定斗士的拉美左翼领袖，就这样在新年伊始成了阶下囚。俄罗斯和中国对美国此举表示强烈谴责，在联合国安理会痛斥美方严重侵犯主权，但美国以人道干预为由强硬回应，否决谴责议案。委内瑞拉国内军队也曾试图负隅顽抗，一度在加拉加斯街头与美军小股部队发生激烈枪战，但在对方压倒性的高科技武器面前很快溃败潜逃。这次闪电斩首行动共造成数百人伤亡，却让拉美其他威权统治者人人自危，谁会成为下一个目标？有分析人士指出，此举恐将在拉美引发骨牌效应，动摇整个地区的政治版图。2月战火连锁，就在拉美硝烟未散之际，中东火药桶也轰然引爆。2月底，美国和以色列联合对伊朗发动了大规模的空袭行动。2月28日清晨，德黑兰上空突然出现密集的战机编队，接着便传出震耳欲聋的爆炸巨响，联军对伊朗首都及多处军事设施展开闪电打击。伊朗的导弹基地和设施接连遭到精确摧毁，就连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官邸也未能幸免。在连番轰炸中，伊朗政权的精神支柱、最高领袖大阿亚图拉阿里哈梅内伊据报身亡。这个统治伊朗数十年的铁腕人物，没想到会在斋戒月开始之际遭遇此等灭顶之灾。消息震撼了整个中东，以色列防长卡茨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川普也在社交媒体上高调宣布行动开始，称此举是为清除极端威胁，宣告历史上最邪恶的人物之一哈梅内伊已经死亡。伊朗方面则紧急召开战时会议，誓言展开史诗般的复仇怒火。随后几天，伊朗试图用弹道飞弹和无人机对以色列和美军基地进行反击。中东地区陷入了自2003年伊拉克战争以来最严重的战争危机，全球油价闻讯飙升，各国股市剧烈震荡。哈梅内伊之死在伊朗境内引发巨大震动，忠于神权体制的革命卫队与愤怒的示威民众在德黑兰街头发生冲突，数十人伤亡。伊拉克、黎巴嫩等地的什叶派民兵组织举行反美抗议，焚烧以色列国旗，整个中东陷入前所未有的紧张。联合国安理会紧急讨论停火决议，但由于大国互相指责而无果而终。许多人开始担心东半球与西半球的两场战争会否彼此连锁，引发更大范围的冲突，甚至世界大战。令人背脊发凉的是，经济学人封面对2月的隐喻竟也与战火对应。封面圆盘在2月位置呈现出一枚飞弹和浓浓的硝烟图案，恍若早已预见中东烽火会在此刻熊熊燃烧。而事实正如预言般发展，美国在拉美和中东两线出击，全球局势骤然紧绷。1月和2月连续兑现的预言，
让许多原本半信半疑的人开始相信，这个封面隐藏着某种死亡时间表，其背后似乎有股神秘力量在精准操纵着世界局势的走向。接下来的剧情将更加惊心动魄。3月东亚战云，战火从西半球烧到中东后，3月东亚上空的乌云也愈发凝重，仿佛接力一般。在美军深陷伊朗战事之际，亚太地区出现了极度危险的火药味。3月中旬，环太平洋上空接二连三传来军机对峙与导弹试射的消息，中国与台湾之间的紧张局势突然急剧升温。中共在南海和台海大规模军演，数百艘舰艇与战机在台湾周边集结，企图对台湾形成实质封锁。3月下旬，一架台湾的巡逻机在南方海域疑似遭到解放军防空火力攻击坠毁，这成了压垮和平最后稻草的事件。台北随即宣布这是对台湾的战争行为，美日同声谴责北京。短短几天内，解放军沿海导弹部队进入战备，台湾全岛防空警报拉响，民众涌入防空洞和避难所，整个东亚为之屏息。3月25日凌晨，台湾多处军事基地突然遭到导弹袭击，火光照亮夜空，历史终究没有放过这个敏感的时刻。台海战事爆发，这也是亚洲自1979年中越战争以来首次爆发的大规模热战。中国人民解放军对台湾展开所谓统一行动，数十万大军虎视眈眈，试图登岛。台湾居民则同仇敌忾，凭借天然岛屿防御和坚定决心进行顽强抵抗。这一夜，战火终于燃至东亚，整个世界为之颤抖。美国虽在中东分身乏术，但仍急调第7舰队驰援台海。日本、澳洲等盟国也进入战备，生怕战局失控蔓延。北京当局孤注一掷，似乎认定西方无力同时介入两场战争。然而稍有不慎，这将酿成人类文明最黑暗的篇章和大国之间直接对撞的危险随之升高。各国领袖开始日以继夜的紧急磋商，联合国安理会虽再度召开紧急会议，却因大国角力而徒劳无功。3月的台海危机犹如悬在全球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讽刺的是，经济学人封面对3月的预示同样早有端倪。有人指出，封面图在3月位置隐现着东亚地图与战机编队的轮廓，明显暗指此地将有空中冲突。如今竟一语成谶，战争阴影重新笼罩亚洲。难道真有某种未卜先知的力量在牵引这一连串世界大战的引爆点？还是说，有看不见的黑手在按照预先计划的节奏，引导人类一步步走向大动乱？更惊人的还在后头。当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在战场硝烟时，一场无形的巨大危机正在幕后酝酿，准备给人类致命一击。4月毒疫降临，战争带来的死亡固然可怕，但4月席卷全球的却是另一种看不见的杀手瘟疫。4月初，亚洲出现了一种奇怪的高致命性病毒传染病例。起初只是零星传出某城市医院出现不明原因的急性肺病患者，高烧不退，咳血昏迷，病死率极高。人们尚未从战争的恐惧中缓过神来，就被这种神秘疾病的传闻再度攫住心魄。更令人心惊的是，有传言指出，这次疫情源头不简单。一些爆料者暗示，疫情可能与某国秘密研发的生物武器有关，甚至可能是战争中的阴招，俗称放毒。因为最初的感染群体出现在3月底，涉及驻守台海附近岛屿的一支部队和当地居民。有传言称，该岛上秘密储存的生化武器在战火中泄漏，才释放出这种致命病源。也有科学家推测，病毒源自热带雨林中的蝙蝠冠状病毒突变。无论源头如何，这种被暂称为红月热的疾病展现了可怕特征：潜伏期不超过2天，传染性极强。患者初期症状类似流感，却在几日内迅速转为肺部纤维化、器官衰竭，死亡率高达 40%。医生们尝试现有抗病毒药物和康复者血浆治疗，却收效甚微。人们发现，许多患者在临终前双眼充血，如同蒙上一层红色薄雾，红月热之名便由此而来。一时间，谈红月热色变的恐惧心理迅速蔓延，比病毒本身扩散得更快。短短2周内，邻近的几个亚洲国家陆续发现感染案例，各国医疗部门措手不及。世卫组织在4月下旬紧急召开会议，
有专家指出，这场危机的规模和致命性远超2020年的新冠疫情，有人甚至将其比作21世纪的黑死病。世卫警告，红月热具有成为全球大流行病的高风险。更糟的是，现有治疗手段对它几乎无效。患者肺部的断层扫描显示出大片阴影，病情发展极快，许多患者送医不到3天便不治身亡。当局开始实施隔离，但此时病毒传播已经无声无息地遍布各大城市的角落，街头再次响起久违的救护车尖鸣，人们惊恐地戴上了早已摘下的口罩。5月混乱扩散，随着战争与疫病双重肆虐，5月的人类世界几近失控。在台海，战事还在焦着。台湾虽成功阻止了解放军的登陆企图，但岛内基础设施遭袭，电力不稳，百姓夜晚蜷缩在防空洞中度过不眠之夜。而在伊朗，中东战场则呈现出另一番残酷景象。伊朗政权在失去最高领袖后陷入群龙无首的动荡，军方强硬派与民间反政府力量激烈冲突，连神圣城市库姆都爆发了大规模流血冲突。美以联军则趁势加紧定点清除伊朗残余核武设施，同时暗中扶植某些温和派人士，试图组建新政府。整个波斯高原陷入无政府状态，难民潮开始涌现。更糟的是，红月热疫情在全球进一步扩散，哪里人多，哪里就成为病毒狩猎的乐园。欧美大城市陆续出现社区感染，纽约、伦敦、东京先后宣布进入公共卫生紧急状态，学校停课，体育赛事取消，城市街头冷冷清清，仿佛重现2020年的景象。不同的是，这次的病毒更具杀伤力。医院太平间停满尸袋的照片在网络疯传，恐慌情绪比病毒扩散更快，人们开始抢购食物和药品，超市货架被一扫而空。各国政府在维持经济运转和加强防疫管控之间举步维艰。封城会导致经济雪上加霜，但不封又将眼睁睁看着医疗系统崩溃。5月的全球供应链陷入混乱，战火使得石油供应紧张，疫病使得工厂停工，港口瘫痪，电子产品缺芯，粮食缺肥，航运缺人，各种缺成为常态。金融市场也经历了惊涛骇浪般的1个月，股市持续动荡，避险的黄金和比特币价格飙升，投资者一片茫然无措。更有悲观的分析认为，这可能不是简单的经济周期，而是人类文明自大萧条以来最大的一次系统性崩溃前兆。面对4月、5月一连串的灾难，经济学人封面在春季部分留下的线索，此刻看来分外惊人。那上面除了一个象征瘟疫的骷髅头之外，还有一堆散落的股市图表和断裂的链条图样，正预示了金融市场与供应链的断裂危机。当时也许没人能完全理解这些隐喻，但在5月的现实中，我们一一见证了它们的真实含义。如今全球就像一艘进水的巨轮，在惊涛骇浪中颠簸前行。更多的人开始相信，这张封面确实不是危言耸听，而是对人类即将面对的至暗时刻的忠告。6月城市危机。进入6月，瘟疫和战争交织造成的次生灾害开始集中爆发，各大都市陷入前所未见的危局。首先是公共卫生系统的全面告急。6月初，北京、上海、纽约、孟买等人口密集的超级城市纷纷传出医院不堪重负，病患无床可收的惨况。医护人员连月超负荷工作，有的甚至因感染倒下。医院门口排起长长的救护车队，许多病人来不及等到救治就已逝去。城市上空不时传来直升机运送重症患者的轰鸣，街道却空空荡荡，庞佛死城。居民宅在家中不敢外出，城市正成为瘟疫肆虐的修罗场。其次，社会秩序也岌岌可危。以北京为例，红月热的患者数在6月份急剧攀升，当局对部分社区重新实施严厉封控。炎炎夏日里，居民被限制出行，物资供应短缺，引发民众强烈不满。6月中旬，北京西郊某小区有居民冲破封锁上街抗议，高喊“我们要生存”的口号，结果与维安警察爆发冲突，甚至传出枪声。这一幕犹如2022年白纸运动的再现，但规模更大，情绪更绝望。随后数日，北京、上海、广州等多地陆续传出零星抗议，城市陷入自文革以来未见的内部混乱状态。与此同时，台北、东京等城市则面临另一类危机。
战争威胁引发的人道与经济危机。台北在经历数月战火威胁后，物资供应紧张，部分市民向南部或国外疏散，城市经济几近停滞。东京和首尔由于担忧战局扩大，也出现股市暴跌、舆论恐慌的局面。大城市陷入一种风声鹤唳的紧张氛围，西方大都会也并不平静。纽约市因疫情与暴力事件，包括对亚裔的歧视性袭击，而增加宵禁措施。巴黎因物资匮乏导致骚乱和抢劫案件频发，各国政府疲于奔命地应对城市灾难。本应在6月中开幕的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世界杯足球赛被迫宣布延期。战乱与疫病使多支球队无法参赛，主办城市的基础设施也难以支撑大型赛事，全球体育迷大失所望。与此同时，原定在拉斯维加斯举办的首届增强运动会，允许运动员使用提升药物的赛会，则宣称将如期举行，引发体育伦理争议。在灾难频仍的此刻，体坛的风波虽非人们关注焦点，却也象征着旧有秩序的颠覆和新价值观的挑战。更令雪上加霜的是，经济秩序也在此时面临全面崩溃的危机。由于长期停摆和市场恐慌，许多城市的金融体系岌岌可危。6月里，中国数家大型地产开发商相继宣告破产，多家中小银行因挤兑风波而关门歇业，地方政府债务违约的新闻接连不断，甚至传出某省会城市公务员集体抗议拖欠工资的事件。美国与欧洲也未能幸免，几家投资基金巨头暴雷，导致银行承受巨额损失，引发股市又一轮暴跌。银行门口大排长龙的挤兑场景重现于全球多地，人们对金融体系的信任降至冰点，经济的震荡与社会的不安情绪相互交织，使城市危机更加难以控制。7月天地震怒，正当人类社会在战乱与瘟疫中苦苦支撑时，大自然的怒火在7月全面爆发，庞佛对人类的警示再次升级。7月初，环太平洋火山带突然活动频繁起来，先是菲律宾吕宋岛的一座长期沉睡的火山猛烈喷发，火山灰直冲天际数万米，临近村镇被炙热的火山碎屑流吞没，上万居民紧急撤离。接着印尼巽他群岛有2座火山也相继喷发，天空昏暗如黄昏，火山灰随风飘散数百公里，甚至影响到邻近国家的空气质量。在南美洲的安第斯山脉，厄瓜多尔和智利交界处的一条火山链也出现连锁喷发征兆。科学家惊呼，如此密集的火山与地震活动，上一次或许要追溯到史前时代，这可能是本世纪最强，也是人类文明史上罕见的一次全球火山地震高峰期。更可怕的是，一场毁灭性的地震紧随而至。7月13日凌晨，太平洋板块下的一处隐藏断层猛然释放出积蓄已久的能量，引发了里氏 8.9 级特大地震。这场地震震央位于台湾东北方海域，但影响波及范围极广，台湾本岛以及日本南部、菲律宾北部都感受到剧烈摇晃。地震触发了海啸警报，数米高的海啸浪很快袭击了琉球群岛和台湾东部海岸，沿岸村镇一片泽国。最为悲惨的是，位于低洼地区的某亚洲国家半壁江山几乎被洪水吞没，巨浪冲上内陆，大片农田和城镇泡在水中，数百万居民流离失所，国际社会紧急展开人道救援。北美洲也没能幸免。7月下旬，北加州圣安地列斯断层段发生7级强震，旧金山一些老旧建筑倒塌，市区燃起熊熊大火，加州陷入紧急状态。同一时间，大西洋上空还形成了2个超级飓风，分别朝美洲和东亚一前一后的袭来，给已经千疮百孔的城市带来了毁灭性打击。气候学家将这种极端天灾的频发归咎于气候变迁，但也有宗教团体惊呼这是一种末世征兆。大自然似乎在透过灾难对人类发出最后通牒。7月的连环天灾让全球进入全面的救灾模式，战争与政治冲突也不得不因天灾而有所缓和。台海战事在地震后出现暂时停火迹象，因为解放军的2栖登陆舰队在海啸中损失惨重，不得不退回基地休整。世界各国暂时放下纷争，投入人道救援，从废墟中抢救生命。然而，这些仅仅是暴风雨间隙的片刻喘息，还未等人们从悲痛中平复，新的巨变已在酝酿。据统计，
7月连环天灾共造成超过50万人丧生或失踪，受伤人数更难以计算。熊熊燃烧的山林、坍塌的建筑和漫天的洪水交织成地狱般的景象。卫星云图显示，菲律宾北部海岸线被重塑，大片土地沉入大海。台湾东部花莲地区有半数城镇被海啸摧毁。日本冲绳岛上数十个沿海村庄几乎消失。不少幸存者接受媒体访问时泪流满面，讲述亲人在巨浪中消失的惨剧，令全球观众为之心碎。各国救援队伍夜以继日地在废墟中搜寻生命迹象，但面对如此规模的灾害，人类显得无比渺小。正如一位救灾志工所言，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尽力帮助幸存者重建生活。这番话代表了7月末全球人们的心声。8月3领袖陨落。如果说前几个月的灾祸已经让人绝望，8月发生的连串政治巨变更是让世人瞠目结舌。这个月份被后人称为领袖陨落月，因为在短短数周内，3位举足轻重的国家领导人接连遭遇突发事件而身亡或下台。如此戏剧性的巧合在现代史上前所未见，让各国舆论哗然。有评论指出，3大强权领袖接连垮台将彻底改写全球力量格局，也让人不寒而栗地想起了某些古老的谚语，祸不单行，以及王朝的末日往往以连环的悲剧拉开序幕。首先在8月上旬，俄罗斯总统普京于克里姆林宫内突发中风不治去世的消息震惊全球。虽然俄乌战争自前一年起交着消耗，国际上早有传言普京健康恶化，但当官方突然宣布他已与世长辞时，仍令整个俄罗斯陷入巨大的不确定。莫斯科红场上聚集了数十万民众，有人痛哭失声，也有人静默不语，忧心国家前途。克里姆林宫高层迅速扶持一名继任者上台，但俄国政坛暗流涌动，对未来路线的争斗才刚刚开始。尽管克里姆林宫坚称普京纯属病故，坊间仍流传种种阴谋论。有传闻指普京进城中有人在他饮食中下了慢性毒药，使其旧疾复发。也有观点认为，常年高压统治终于激发内部政变，以病逝为名行逼宫之实。无论真相如何，普京猝逝无疑令俄罗斯陷入了权力真空和路线之争的动荡中。紧接着，8月中旬传来第二个轰动性新闻，北韩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在一次视察导弹基地时发生意外，被失控爆炸的燃料火箭烈焰吞噬，不幸身亡。平壤当局声称这起事件是极端不幸的意外，但国际间多怀疑另有内情。据悉，事发时金正恩所在观礼台突然发生剧烈爆炸，整座建筑顷刻间被火球吞噬，高级将领死伤惨重，唯独几名离爆心较远的将军幸存，迅速控制了局势。这一细节引人猜测，或许北韩军方部分势力早有密谋，借由制造意外来除掉最高领导人。也有人怀疑是外国特工所为，以防止金正恩在动荡局面下动用核武，但这些说法均无法证实。北韩官方对内严密封锁消息，只宣称由金正恩的某位亲属暂代领导人职务。不过，经过此变故，金氏王朝实际上已名存实亡。就在世界还未从金正恩之死的震撼中回神，8月底又一个轰然倒下的领袖让人目不暇给。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突然被解除一切职务，据传遭到党内紧急逮捕。此事发生之突然，令国际媒体一度难以置信，直到中共官媒发布简短公告，证实习近平因身体原因辞去职务，但明眼人都看出这措辞背后另有乾坤。随后海外媒体爆料，是中共高层元老和现任部分领导合谋，在一次秘密会议上对习近平发难，逼其下台。最终军方高层战队推翻了习的统治，习近平10多年的强人统治戛然而止。北京一夜之间风云突变，习近平被拿下的过程则更具戏剧性。据传在北戴河一次中共高层会议上，多位元老突然集体发难，严厉指责习的独断专行和错误决策令国家陷入灾难，要求他引咎辞职。习近平大怒拍案，但很快发现孤掌难鸣，他最信任的安全部队首脑和几位军方将领此时已倒戈相向。随即中南海发生了一场无声政变，习近平当场被控制并带离，软禁在郊外秘密地点。北京市区一度有武警装甲车出现，但并未发生激烈冲突。隔日清晨，中央电视台发布新闻稿称习近平因健康原因辞去职务。
人们终于明白，这位执掌中国超10年的最高领袖已经黯然下台。当晚，北京的一些居民在家中小范围举杯庆祝，微博等社交媒体上则涌现隐晦的狂欢讯息，仿佛整个国家压抑许久的空气一下子变得轻快起来。8月的这3件大事，件件都足以载入史册。3位背景截然不同的领袖，一位是执掌全球最大核武库的俄国总统，一位是继承集权王朝的北韩最高统治者，一位是世界第2经济体的最高领导人，竟在同一月份相继退出历史舞台。这种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巨变，令整个国际关系网络陷入动荡重组。俄罗斯国内可能因路线之争而动荡，北韩面临接班和政局不稳危机，而中国则开始一场深刻的政治转折。许多评论员将这归结为集权时代的终结。巧合也好，命数也罢，我们不禁想到早前《经济学人》封面的8月象征，那里赫然画着3顶倾覆在地的王冠，仿佛精准预告了3位最高统治者的垮台。如今预言丝毫不差的兑现，让最初质疑封面预测的人也不得不哑口无言。9月极夜临界，历经8月的巨变后，世界局势进入一个短暂而诡谲的权力真空期。9月本应是北半球收获的季节，但此刻整个人类社会面临的却是收获过去数月灾难所播下苦果的时刻。首先是经济领域的大崩盘在此时无可挽回的到来。早在战争和瘟疫初期，全球经济就备受打击，而到了9月，随着多国政权更迭，社会动乱不止，投资者彻底丧失信心。月初，华尔街股市在几天内连续熔断，恐慌指数标志金融危机以来最高。紧接着，欧洲和亚洲股市也跟随暴跌，全球主要金融市场陷入完全的熊市状态。许多银行和对冲基金因巨额亏损宣告破产，无数普通人的养老金与积蓄化为乌有。有人将这场灾难称为2026年全球经济大衰退，认为其破坏程度将超过2008年的金融危机。经济的崩溃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民生苦难。9月里，各地开始出现严重的物价飞涨与物资短缺。一方面，石油、粮食等战略物资因战争和政局动荡供给不足，价格飙涨，导致通货膨胀如洪水般失控。另一方面，各国货币纷纷贬值，进口商品价格更加高昂。本就脆弱的供应链在天灾和疫情打击下支离破碎，许多依赖进口的国家出现了季节性粮荒的苗头。非洲之角和中东部分地区甚至闹起了饥荒，国际粮食援助却又于资源匮乏而杯水车薪。由此引发的人道危机进一步加剧了地缘冲突和难民潮。大批难民试图涌向欧洲和北美，却被拦阻在边境，酿成一幕幕人间悲剧。有人感叹，圣经启示录中的4骑士，征服、战争、饥荒、死亡，如今似乎都已现身凡间肆虐。人类正经历一次前所未有的终极考验。9月亦是社会动荡与犯罪高发的月份，随着一些集权领袖的倒台，他们所在国家的社会秩序进入动荡期。例如，中国在经历了习近平下台的震撼后，新领导集团试图推行一些改革措施并改善对外关系，但多年的矛盾积累并不会一夜消弭。部分失势的习派残余势力暗中策动骚乱，而长期受打压的民众也趁机在各地表达不满诉求。虽然大规模内战没有发生，但9月的中国依然处处隐现紧张气氛。武警与军队在城市街头巡逻，网络舆论管制依旧严厉，新旧势力角力使社会处于一种压抑不安的状态。北韩则更为严峻，金正恩死后，国内陷入权力真空，虽宣称其幼子即位，但实权被几名军方将领掌控。9月初，北韩边境发生多起平民试图逃往中国的事件，显示民生困苦与人心思变。国际上担心在这种混乱中，北韩的核武会不会落入疯狂之徒手中。所幸在周边大国与联合国的高压注视下，北韩军方没有轻举妄动。不过9月下旬，平壤仍传出爆炸声和枪声，疑似有势力图谋发动政变，市区一度出现武装对峙。最终，临时掌权的将领镇压了反对派，局势暂时稳定，但整个国家已是千疮百孔，濒临崩解。经济学人封面对9月的一角曾描绘了一片阴沉的天空下几棵枯萎的谷物和倾斜的天平，那寓意如今看来再清晰不过。
经济失衡与饥荒阴影正笼罩着动荡之秋。事到如今，即便对预言将信将疑的人，也不得不佩服这张封面的料事如神。只是在这令人窒息的困境中，人们还能做什么呢？许多人开始寄望于剩下的几个月出现转机，但也有人担心最黑暗的时刻还未到来。10月黑暗临界，10月的到来并未带来金秋的喜悦，反而将世界推向黑暗的临界点。经济崩坏，气候反常，疫病犹在蔓延，战火未完全平息，多重危机交织成一张无法解开的死结。10月中旬，全球各地相继发生大规模停电事故，更让人怀疑背后是否有更深的阴谋。美国东海岸一次变电站故障导致纽约、华盛顿大片区域陷入长达2日的大停电，社会几近瘫痪。欧洲电网也在同一周遭遇网络攻击，多国出现短时断电，甚至连互联网骨干都发生神秘故障，全球网速骤降，部分金融交易和通信因此中断。尽管官方声称这些只是技术事故或极端气候所致，但阴谋论者坚称这是一场幕后势力策划的全球演习，透过制造黑暗和资讯混乱来进一步掌控局势。10月上旬，科技领域又爆出惊魂事件，一家负责多国电网调度的人工智能系统公司发布更新时遭黑客入侵，导致美国东岸和西欧部分地区出现大范围停电。调查发现，一种高度复杂的恶意程序渗透了全球电力网的中枢，尽管尚不清楚是敌对国家的网军所为还是独立黑客所致，但这场黑暗48小时充分暴露了人类对高科技的依赖危机。停电期间，多座城市陷入混乱，有不法分子趁乱抢劫商店，甚至武装帮派在街区火并，警方疲于奔命。恢复供电后，各国政府纷纷承诺加强关键基础设施的网络安全，严防未来类似网攻。但经此一役，人们对人工智能和自动化系统的信任明显下降。科技本应是文明的基石，如今却可能成为埋葬文明的定时炸弹。这一认知让无数人感到不寒而栗。10月底，美国举行国会中期选举，然而在此动荡大环境下，选举过程也是乱象丛生。由于疫情未退，社会动荡，加上局部地区停电、邮寄投票延误等问题，许多州的投票工作混乱不堪，引发各方质疑。执政的共和党与反对党民主党互相指责对方干预选举，川普总统甚至提前宣称，如果结果不利，将不承认选举合法性。选举当日，美国部分城市爆发了支持或反对政府的示威游行，几乎演变成骚乱。费城等地甚至传出武装民兵现身票站的恐吓事件。最终选举结果，共和党勉强保住了国会控制权，但美国社会的撕裂已经达到战后前所未有的程度。国际上，10月也没有新的惊喜，只有延续的危机。原本希冀8月集权领袖相继倒台后，世界会迎来和平转机，但许多地方反而陷入权力真空下的混战。俄罗斯在临时领导层的指挥下，乌克兰战线在新政府趋于克制下逐步停火。10月底，俄乌双方达成初步和平协议，结束了长达近3年的战事。然而，俄国国内车臣和远东地区开始出现离心趋势，隐有内战风险。伊朗在新政府组建过程中，教派冲突断断续续，大国在背后角力博弈，人民则依旧在苦难中挣扎，世界依然处于多乱并存的状态。甚至有过来人将这段时期与上世纪40年代末的局面相比，旧世界秩序在战后土崩瓦解，新秩序却尚未建立的危险真空。10月末，人们抬头仰望夜空，只见北半球的夜晚比以往黑得更早、更沉。或许是连月来火山喷发的灰尘进入平流层，也或许是人们早已疲惫的心境使然。总之，这个世界笼罩在一片压抑而阴沉的氛围中。我们不知道未来还要在黑暗中摸索多久，但无论长夜如何漫长，我们都只能硬着头皮走下去。11月红色落幕，终于来到11月，黑暗中出现了一线曙光，也迎来了一个时代的落幕。这个月有人称之为红色帝国终结月，因为最后几个共产集权政权在此时纷纷宣告终局。首先是10月政变后余波未平的中国。11月初，新上任的临时领导人公开宣布，中共将进行深刻改革，并对过去错误负责。在随后召开的临时人民代表大会上，震惊中外的决议出炉：中国共产党将退出历史舞台，
国家进入过渡政府时期，准备制定新宪法，开放党禁报禁，并举行全民自由选举，这标志着执政70多年的中共政权正式终结。北京街头虽然保持平静，但在社交媒体上，中国年轻人用各种隐晦方式庆祝这新中国的诞生。有人深夜放烟花，有人贴出隐喻胜利的图像，网络舆论间洋溢着难以抑制的激动。昔日高高在上的前领导人习近平等则被定性为极左路线余孽，将交由特别法庭审判。他们被押上囚车的照片成为全球媒体的头版，又一位共产强人被送进了监狱。与此同时，在亚洲的另一端，北韩政权也终于撑不住了。金正恩死后的政局动荡和饥荒让民众对体制彻底失去信心。11月中旬，北韩军方内部亲改革派将领突然发表广播讲话，宣布金氏政权罪无可赦，人民共和国将改组并请求国际援助。紧随其后，他们释放了大批政治犯，并请求南韩和联合国介入人道救援。虽然北韩官方名义上仍维持继任者金氏幼子的尊号，但其统治基础时已崩解，朝鲜半岛统一的前景变得前所未有的真实触手可及。大批朝鲜饥民涌向边境寻求救济。南韩政府在联合国支持下开放多处人道救援站，提供食物和医疗帮助。许多北韩百姓难以置信自己能自由地踏上南韩土地，很多人扑倒在救援人员脚下痛哭流涕。铁幕落下时的场景如今真实地在亚洲上演。在拉丁美洲，11月20日，古巴政府宣布将于次年举行多党制的大选，结束共产党长达60余年的统治。一夜之间，哈瓦那街头飘扬起各种不同政党的旗帜，市民们欢呼跳舞庆祝获得政治自由。一名白发苍苍的古巴老人在镜头前激动地说：“我一生的梦想终于成真了。”同月，委内瑞拉在临时政府主持下举行自由选举，流亡的反对派领袖高票当选新总统。他宣布将彻底废除过去的社会主义政策，重启自由市场经济，并承诺保障公民权利，重新融入国际社会。曾经笼罩拉美的红色幽灵终于散去，民主的阳光再次照耀在这片土地上。历史学家将这一系列事件统称为第二次自由化浪潮。昔日被称为邪恶帝国的共产体系，终于在21世纪20年代土崩瓦解。讽刺的是，这也正是《经济学人》封面在11月预言的主题。封面图中11月处，一柄折断的镰刀与断裂的锁链清晰可见，象征共产集权的枷锁被打碎。当时看到这符号的人恐怕无法想象，短短1年内世界格局会如此巨变。然而，随着中国、北韩、古巴、委内瑞拉等相继变天，封面预言成为现实，更多共产主义独裁者被送进监狱的字句也不再是耸人听闻。这是无数渴望自由的人们长久以来期盼的一天。有趣的是，中国民间流传的古代预言推背图中，恰有诸多预言被解读为共产集权寿终正寝的征兆。一些事后诸葛亮的人士惊呼，连推背图都印证了这场红色落幕，真是天意难违。12月终局新生，万众瞩目的12月来临了。一年的动荡走到终章，人们发现自己站在一个全新的世界门槛前。经历了战争、瘟疫、天灾和革命的洗礼，人类社会满目疮痍，但希望的嫩芽也开始从焦土中冒出。随着集权政权垮台和战事逐渐平息，国际社会终于有机会坐下谈论未来秩序的重建。在12月举行的新雅尔塔会议上，各国元首，包括新诞生的民主国家领袖们齐聚一堂，讨论签订新的全球和平与合作章程。12月中旬，一则振奋人心的消息传来，由多国科学家联合研制的红月热候选疫苗通过了关键临床试验，显示出良好的保护效果，并获批紧急使用许可。这意味着笼罩全球近9个月的瘟疫阴影终于看到了驱散的希望。疫苗将在各国工厂开足马力生产，预计明年年初开始大规模接种，人类有望逐步夺回对病毒的控制权。同时，在这次全球峰会上，主要经济体达成共识，设立世界重建信托基金，计划投入巨额资金援助战争和灾难重创地区的重建，就如同2战后的马歇尔计划再现。气候议题也被列为优先事项，各国终于下定决心加速减排步伐，并联手建立全球灾害预警体系，
以避免重蹈今年始料未及的覆辙。经过苦难教训，人类在团结合作上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决心与诚意。最受瞩目的是如何防止未来再次陷入同样的悲剧。为此，峰会发布了经济、科技、医疗等多项国际合作倡议，试图对全球体系进行全面修补和升级。例如，针对网络安全，世界各国决定共建网络监控和防御平台，不再让关键基础设施暴露在无形攻击之下。针对公共卫生，大家约定建立一个常态化的全球疫情通报与应急机制，以确保下一次瘟疫苗头出现时能及时反应。虽然各方对于新秩序的细节仍有争执，但历经这场浩劫，各国领袖都明白合作的重要性远胜于对立。就这样，一个新的国际框架开始萌芽。然而，还有一些更深层的疑问萦绕在人们心头。这所有的灾难和巨变，看似天灾人祸交织，但是否背后另有推手？有阴谋论者坚称，这一连串巨变绝非巧合，而是某些隐秘精英势力精心策划的终极大重置。他们指出，封面图案中那颗被划分成12部分的神秘球体与共济会的标志高度契合，隐喻着有人在暗中操控整个世界局势。他们认为，经济萧条、战争、瘟疫与集权垮台并非独立事件，而是一盘早已布局的棋局。至于封面预言，正是这股势力对未来行动的某种公开剧本。当然，这些说法没有确切证据，但经历了今年之后，许多人开始愿意相信过去看似荒诞的阴谋假设。毕竟，如果没有幕后推手，人类历史如何能如此精准的踩点上演灾难与救赎交织的戏码？2026年的12个月，注定将作为人类史上最刻骨铭心的篇章之一被铭记。我们从中看到毁灭，也看到重生，见证黑暗，也寻到微光。这一年发生的每一幕，都旁佛在印证《经济学人》封面上那句耐人寻味的话：看懂未来者，才能掌握命运。现在，我们似乎多少看懂了这预言的深意，但掌握命运的重担仍沉甸甸地压在全人类自己的手中。长夜将近，天光乍现，历经苦难洗礼的人们，是否真能汲取教训，不再重蹈覆辙？当曙光终于穿透漫漫黑夜之时，人类历史的新篇章也等待我们共同书写。